事的开头就是爷孙俩在外星的又一次大冒险，这次瑞克老爷居然率先扑盖，结果祸不单行，飞船还在逃生时发生了爆炸，眼看可能命丧外太空。在生命的倒计时，莫提没有打电话给父母和姐姐，而是靠给了暗恋对象 Jessica 想要表白，但谁也没想到，原来 Jessica 心中也早有莫提了。见莫提打电话来告白， Jessica 发出了邀请，今晚有空吗？咱俩去看电影。简单粗暴的一句话，瞬间激发了莫提前所未有的求生欲。他挂掉电话，大叫一声：“别不死了，今晚就是天王老子来了，都别想阻止我约会！”说罢，他当场把断掉的方向盘插了回去，死里逃生的完成了紧急迫降。飞船掉在了海面上，莫提不仅救下了自己的约会，还救下了瑞克老爷。但瑞克却看着四周海面，大呼不妙。这时海底突然钻出来个男人，莫提看下瑞克，好家伙，这是老爷的宿敌，长得像色情狂版的海王，名叫宁波。因为瑞克掉落在海面，打破了之前签订的条约，所以现在他要和瑞克谈判，而谈判地点就是老爷的家中，时间就是当晚。但莫提这时候已经约好 Jessica 了，莫提并不想参与进这个谈判闹剧，他只想和 Jessica 好好约会一次。瑞克才不管那些，他需要莫提协助完成这次的任务，因为是莫提导致他们迫降在海面的。正当贝斯和 Jerry 疑惑这个海王是谁，居然让老爷如此小心对待，瑞克一失手，板凳撞到了桌上的葡萄酒，这一下好了，酒没了。瑞克反手把锅扣在了莫提头上，让他必须协同自己完成这场和平谈判，并且在谈判时，夏末会穿上特殊装备，潜入马里亚纳海沟，找到赐予海王力量的海螺。傲娇老爷表示，只有夏末值得信任。莫提无所谓了，他现在眼里只有 Jessica。大家不约而同地无视了发情的 Jerry 夫妇，因为海王只喝成年老酒。瑞克抱着几箱酒丢进了一个时间流速比他们快数倍的世界中，他让莫提这次负责端酒就行了。就在爷孙俩争执间，海王的高配海鲜王座将他送到了莫提的家门口。他一登场就让 Jerry 抓住了机会嘲讽瑞克，一个上过星球的人居然会害怕一个低俗色情狂一样的海王。说着他就要打电话报警，老爷阻止不成，只能看着 Jerry 打通电话，一句我是白人。下一秒3辆警车出现在几人面前，哗啦啦涌出来一群持枪的警察围住了海王，笑死，很符合美国国情嘛。不过海王当即控制着几个警察互殴做爱，然后离开，一套操作行云流水，看得众人目瞪口呆。这时 Jessica 出现了，莫提十分高兴地向家人介绍了他。瑞克一个头两个大，赶紧拉着海王进去谈判，并且让莫提赶快去拿酒。得知莫提要去帮忙拿酒的 Jessica 暗示他自己也想喝2杯。面对女神的暗示，莫提当然不会拒绝，当即抄着传送枪来到存放酒的世界。不过那一箱酒的重量太大，莫提一个人搬不动。这时旁边原住民的一只狗人主动帮助莫提，把酒搬进了时空门里面。面对怀孕的妻子呼唤他去吃饭，他表示自己很快就会回来。关于狗人帮助自己搬酒这件事，莫提十分感谢，并且用1瓶酒作为谢礼送走了狗人小提。但小提没想到的是，一回到自己的世界，这里居然已经过了10几年了，他怀孕的妻子居然也死了，孩子都跟他一个年纪了。为了替母亲报仇，孩子一刀捅死了自己的亲爹。小提冤得不行，在死前留下了一句，是那个魔法阵里的男孩害的。从此杀掉了父亲的孩子，又恨上了带走自己父亲的莫提。而拿到2瓶酒的莫提将其中1瓶红酒送到了瑞克和海王的谈判桌上，海王喝一口砸1瓶，硬生生将莫提原本准备带给 Jessica 的酒也给糟蹋了。因为海王的缘故，只能2手空空回到 Jessica 身边的莫提，因为 Jessica 的鼓励，激动的再次回到了那里取酒。但是这次远没有那么顺利了，莫提开门面对的就是狗人小提的孩子，他一出现就吃了狗人2个大嘴巴子，仓皇逃回了原本的世界。忍一时女神消失，退一步越想越气。莫提再次打开传送门，这一次看见呢是10几年后变老了的狗人。为报大嘴巴子之仇，莫提将老狗人打倒在地，结果这家伙的后代居然也回来了。亲眼看见了莫提殴打父亲的孩子们，终于相信了他们家有一个邪恶的宿敌存在的故事了。老狗奋起反抗，划伤了莫提的手臂，莫提气得一脚把他踹开，捡起草丛里的酒，立刻跑回了传送门。而这个世界的老狗的3个子嗣，则因为莫提杀害了自己的父亲，下定决心要向这个黑暗之子复仇。他们在传送阵边上搭建起了城堡和武器。3个子嗣中的长发狗人，从少年等到了中年，在被孩子问起为什么每天都要在城墙上守着的时候，他就说自己在等黑暗之子的出现。莫蒂的存在成为了狗人们的传说，以及他们必须消灭的宿敌。而另一边，挨了一顿毒打的莫蒂，仓皇的带着抢来的1瓶酒走到了房间内，却被在厨房内商讨要不要接受海王3派对的 Jerry 绊倒，这瓶酒最后还是摔碎了。外头海王还在催促着上酒，老爷进来发现莫蒂居然摔碎了酒瓶，顿时气得斥责莫蒂居然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但莫蒂才不在乎海王喝不喝得上酒，他余光扫见 Jessica 准备离开，
莫蒂立刻上前拦下了他，保证自己立刻就会把酒带回来。莫蒂说着就掏出传送枪来到了这个世界，一进来就是整装待发，等着向他复仇的狗人一族们。这架势直接把莫蒂看呆了，什么情况？我就是过来拿瓶酒的啊！下一秒万箭齐发，莫蒂抱头鼠窜逃回了传送门内，消失在了原地。随后整个狗族大声欢呼，庆祝着他们成功击退敌人这件事情。但是对于这个黑暗之子的实力，国王还是决定保持警惕，担心莫蒂会再次出现。但随着时间流逝，曾经见到过莫蒂出现的狗人们已经变老死去了。这一届国王的儿子并不相信有所谓的黑暗之子的存在，但因为他这样的说法忤逆了国王父亲，所以被亲爹扔出了城堡，让另一个邪恶法师洗脑带走了。对方告诉他，如果你的父亲执意相信有一个所谓的黑暗之子，那不如你自己来扮演这个角色。于是邪恶法师带着这个狗王子开始修行历练，最终狗王子杀掉了自己的国王父亲，戴上王冠，然后惨遭法师背刺。都说反派喜于话多，法师杀了王子后，正在发表自己的反派经历呢，莫蒂就全副武装的出现了。这时法师才大叫着，我操，你这个恐怖传说居然是真的！事实证明第一代国王想的没错，莫蒂上次被赶走后确实很生气，明明自己只是想拿一瓶酒，但这群狗人居然想杀了他，这他妈的能忍？今天不拿到酒给 Jessica， 他莫蒂就把名字倒过来写。于是他启动了 Rick 的武器库，带上一身装备杀回了狗人世界，将法师连同一群叛军全部杀死，连城堡都被他轰成了废墟。莫蒂靠着透视仪找到了红酒所在地，摘下手套武器扔在一旁，拎着2瓶酒回到了自己的世界。在他走后，传送门后方站出来一个女狗人，她捡起了莫蒂扔在这个世界的高科技手套，开始研究这其中的奥秘，最终创造出了一个全是高科技的世界，并且为了遏制住随时可能出现的莫蒂，他勒令自己的儿子必须接受残酷的军人训练，只为了有一天能穿越时空，由狗人们主动杀掉莫蒂。另一边，拿到酒的莫蒂成功俘获女神 Jessica 的欢心，还获得了 Jessica 爱的亲亲，两人间的关系逐渐升温，而老爷那边的和平协议也进入了尾声。原来老爷和海王曾经是亦敌亦友的关系，直到瑞克带着莫蒂跑到亚特兰蒂斯偷了人鱼姐姐之后，两人本就亦敌亦友的关系彻底变成了宿敌。就在海王嘀嘀咕咕色情的吃着烤薄饼的时候，瑞克还在桌底下通过手机查看夏末在马里亚纳海沟大杀特杀的视频，看样子老爷是真心想整死海王，但是海王却愿意坐下来和他谈和平条约，并且眼看就要谈成了。就在签约的时候，海王表示，我这有我最信任的人存在，你也得找一个你最信任的值得托付性命的证人来见证这个伟大的和平条约的诞生。瑞克白眼一翻，他找到了莫蒂，这个自己除去女儿之外最在意的外孙。不过莫蒂这会儿正忙着找开瓶器和 Jessica 喝酒呢，爷孙俩僵持不下。这时训练了数年的狗人靠着另外3个同族贡献出来的生命作为能量，穿越时空来到了俩人面前。瑞克被狗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杀莫蒂的时候激光穿透了墙壁，打死了海王的证人，导致海王以为瑞克不同意和平条约，谈判失败。而莫蒂和狗人俩打了一通王八拳，莫蒂落败，所幸 Jessica 来得及时，他用开瓶器捅伤了狗人的能量条，导致他的时间出现了混乱，最后将一旁的 Jessica 也卷进了时空通道中。为了救出被带走的女神，莫蒂穿上了最后的武器盔甲，进入传送门准备强行救人。但等他进入到了这个世界后，出现的不再是狗人，而是一个贤者模样的自己。对方递给他一串葡萄，劝他带着这个回去酿酒算了。莫蒂看着葡萄，想起自己为了几瓶酒居然杀了那么多狗人，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主动解开了武器装备。但谁料到这不过是未来狗人们欺骗他的计划。莫蒂被机械手臂抓住后，未来狗人们欢呼雀跃，他们终于抓到了狗族的宿敌。另一边，海王证人死亡的事情使得海王决定对大陆发起进攻，让海水淹没大陆。然后瑞克不屑一顾，表示反正都全球变暖了，地球早晚被水淹的不知所措。两人吵着吵着，海王说自己能理解瑞克的孤独，如果不是因为大安死去了。瑞克立即掐着海王的脖子，让他闭嘴，别再玩之前玩过的梗啦，观众老爷不掐这一套。瑞克和宿敌老梗新玩时，被绑走的莫蒂却被未来狗人用激光束住了手脚。狗人在抓获了他之后，却开始思考起人生的意义。毕竟如果不是莫蒂，他们怎么会进化的如此之快？而且这份进化难道只是为了屠杀莫蒂吗？对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产生了怀疑的机械狗人丝毫没有注意到，莫蒂居然从关押的地方挣脱出来了，并且后背偷袭，让狗人鸡飞蛋打，随后救下了 Jessica， 一路朝着外面逃去。传送门打开后，两人却被机械手臂卡住了。这时莫蒂才大喊老爷救命！瑞克扔下海王，立刻赶到了莫蒂的面前，结果他被机械手臂一起带到了那个时空去。瑞克老爷实力惨遭削弱，不但被干掉机械鸟，还被对方反弹的伤害吸走了身体里的所有精
金属，而传送门也被挡住了，三人被困在中间，只能等死。这时候海王去而复返，表示自己不会让瑞克轻易死掉，于是卖弄风骚的召唤了海水和鲸鱼，击败了这些机械，带着三人回到了现实世界。可被卷进去的 Jessica 因为长时间封印在水晶里面，亲眼见证了狗人一族从荣辱兴衰到完美进化，而她的时间却被永远定格，所以 Jessica 认为自己就是时间的本源，谈恋爱去他妈的！扔下了 Morty 大喊着老娘就是时间之神离开了。可怜 Morty 辛辛苦苦和一整个种族结仇，居然还是没泡到 Jessica， 而瑞克老爷和海王也因为这次事情决定不再签订协议，往事一笔勾销，就此停战。但这时夏末拿着神奇海螺回来了，海王瞬间明白了瑞克之前的打算，在最后他把瑞克暴打了一顿之后，控制着警察把瑞克抓进了监狱里。片尾的彩蛋也很精彩，纠结了半天的俩人最后居然真的同意了海王的邀请。其实这一集的故事单独来看，似乎 Morty 的故事线更加有趣，更加联动，因为一瓶酒和数个混乱的时间线让一整个种族将 Morty 视为了宿敌，但实际上这个宿敌也是在暗指海王和瑞克老爷的关系，俩人曾经也是朋友。瑞克的妻子戴安的事情不知是真是假，但海王让瑞克找到那个值得托付生命存在的证人时，老爷连思考都没有，就直接走向了 Morty。在 Morty 面前，似乎瑞克的感情越来越多，随着他对家人的感情逐渐深厚，老爷的实力也被削弱了不少。希望这个脾气古怪也有魅力的小老头能够早日迎来自己的美好人生吧。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家人齐聚在餐桌前，爷孙俩今天食欲大振，计划吃完饭就去干掉上帝。夏末跃跃欲试，却被瑞克和 Morty 异口同声的拒绝。一旁的杰瑞听不下去了，他的岳父和儿子要杀上帝，而女儿居然还想主动保命，这都叫什么事儿啊？贝斯却不以为然，安慰道：他们杀上帝并不会影响你今天去面试。杰瑞要找工作啦，已经当了5季的废柴也会找工作，这不对劲儿。下一秒，他们的房子被炸开，老爷被乌贼人当场击毙，剩下的家人们也难逃一死。这是怎么回事？镜头一转，瑞克一家人正在家中追杀一个穿着囚服的想被杀先生。此时，老爷手表发出滴滴的声音，他停止了追杀，当即让家人们收拾东西，赶紧逃跑。等大伙上车之后，4人才从瑞克口中得知，因为上次的宇宙贝斯事件，瑞克就给一家人都做了克隆体，组成了假家庭，放在了地球上其他的地方，吸引目标，以防万一。所以刚才死亡的是老爷之前制造出来的假家庭，他们在被杀之后，真正的瑞克就会接收到消息，然后带着家人们撤离，就像现在这样。话音刚落，之前杀掉假家庭的乌贼飞船飞到他们的车辆上方，激光扫过小汽车，瑞克一家连人带车当场暴毙。此时，另一个风和日丽的度假酒店内，正带着家人们一起休闲的瑞克也收到了消息提示，他制造的假家庭死亡了。这一消息让老爷爆了句粗口，连忙带着家人们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夏末问起老爷，现在是有人想杀我吗？瑞克表示，那当然，我做假家庭就是为了用来给真的我们挡子弹。这时窗外丢出来一个炸弹，老爷扶桌叹气，随后激光炸弹爆炸，将老爷4人直接烧死。杰瑞这个倒霉鬼被烧掉了半边身体，最后还是乌贼人给他补了几枪。你以为讨伐结束了吗？不，完全没有，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就在度假的瑞克一家死亡后，另一个和莫蒂看电影的老爷手表也响起提示，老爷面不改色的将房子全部武装起来。莫蒂提了一嘴，杰瑞还在外面呢，但是俩人都没有要打开房子放杰瑞进来的意思。莫蒂又问起老爷啥是假家庭，老爷说这个我可不好解释。于是俩人吐槽起电视剧剧情。就在他们放轻松时，乌贼飞船再次出现，激光穿透了房子，直接杀掉了爷孙两人。随后飞船丢下炸弹，炸毁了整个房子，赶往了下一个地点。被炸死的一家显然也是一个假家庭，因为另一边和贝斯聊天的瑞克也收到了死亡通知。贝斯立刻斥责起老爷居然又开始做克隆人，瑞克却不以为然，表示30%以上的科幻片都有克隆人，谁都可以做克隆人，他为啥不能做？夏末这时却发出了灵魂质问，那这些假家庭的人知道他们是克隆人吗？瑞克当即否认道，当然不知道，不然这样多无趣啊。夏末愣住，那我们怎么敢确定我们不是假家庭呢？此话一出，全家愣住，老爷立刻抓起莫蒂，让他看看自己屁股里面是不是有克隆人才有的条纹编码。莫蒂信以为真，遭到老爷的放屁攻击。瑞克老爷表示他们不可能是克隆人呐，毕竟克隆人不会做假家庭的。面对乌贼人的追杀，老爷立刻让大家收拾行李去假家庭那里躲一下。一进门，瑞克就报出分析密码，果然假家庭一屋人全部停止了动作。莫蒂却突然问起老爷，你是不是完美复制了整个房子的格局，包括物品？老爷白眼一翻，你是说你拿衣服冲的是吗？莫蒂社会性死亡。贝斯却问起老爷怎么会知道一个假家庭会是怎么相处的？老爷摊手，这还需要知道吗？这时来到地下车库的莫蒂却叫住了
了瑞克，你该不会也用这个房子做克隆人吧？瑞克当即否认了，他不可能在这里做过假目标。然而看着满墙的数据，老爷傻眼了，立刻解开了假瑞克的头部指令。原来这个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假的瑞克，居然也在制造假家庭。夏末的猜测对了，瑞克明白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要是每一个假目标里的瑞克都会创造出新的假目标出来，如此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结局一定会十分混乱。为了终结这个计划，老爷带着一家人坐着飞船，准备去解决所有的假目标。但是刚走没多久，瑞克就发现了一组没有创造过的假目标。进去后，他的口令密码也没用。这位老爷表示得了吧，你这密码创意都是源自我呢。下一秒，这位老爷就被别的密码给控制住了。瑞克立即让家人们躲起来。此时，另一组瑞克大家庭进入了房间，他们的对话都和刚刚准备躲去假家庭的老爷一模一样，并且他们也发现了这一组的假目标在搞克隆。小小的一个房子里，居然挤下了3个瑞克大家庭。这家原本的瑞克被直接杀死，另外2个瑞克都认为对方才是克隆人一家，于是双方当即展开了大战。就在他们打成一团之际，一股火焰从房间外突袭，直接烧死了众人，并且毁掉了整个房子。很好，门外的也是瑞克老爷一家人。被死几人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老爷只好掏出板书开始上课。也就是说，外星乌贼在杀死第一个假目标家庭时，制造出假目标的瑞克就会开始检查，结果就是发现死掉的假目标瑞克也在制造别的假目标。于是为了处理掉这些假目标们，瑞克一家就会走上杀死假目标的道路。这就好比多重俄罗斯套娃，看的就是真瑞克在第几层。莫蒂表示，既然是外星乌贼引起的一系列事情，那我们直接杀掉外星乌贼，事情不就解决了吗？瑞克慈爱地看向自己的外孙，可以，但没必要，直接杀死克隆体就完事儿了。贝斯并不支持这样的做法，而瑞克却直接打破了他的幻想。毕竟每一个假目标都不知道自己做了替身，这些克隆要是不解决掉，只会引来更大的麻烦。这时杰瑞提议，要不咱们分头行动，一边杀乌贼，一边杀克隆体。老爷表示，你想得美，今天剧本没写第2条分线，所以咱们在结尾之前都得待在一起。不过既然要一边躲避乌贼的攻击，一边杀死克隆体，瑞克干脆深入敌营，把飞船和一家人都伪装成了乌贼的样子。贝斯嘲笑他就是害怕发现自己也是克隆体，所以才故意伪装成乌贼的样子。摩提指向一旁的另一艘乌贼飞船，问瑞克为什么他们想杀你呢？瑞克也不知道啥原因，他飞上前将乌贼飞船击毁，结果在飞船废墟里摘掉这群人头盔后，才发现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外星乌贼，就是和他们一样伪装成乌贼的假目标。此时飞船里还没死的杰瑞爬了出来，一个炸弹将瑞克一家人一波带走，2个假目标双双团灭。在这之后，所有的假家庭们都发现了他们可能是替身这件事情，一场混乱的大屠杀开始了。有死于枪击的一家人，有在大脑里发现了假家庭图标而自闭的，夏末甚至自残，用流血展示确认自己是真人。下一秒就被瑞克无情的揭穿了。2辆乌贼飞艇相遇，摘下头盔，好巧，你也是瑞克啊！另一边长叹一声，开枪自杀。此时已经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克隆的瑞克一家，在小树林里遭遇了袭击，他们被一个奇丑无比的瑞克给绑架了，老爷甚至都被剥了皮。原来制造克隆们的瑞克越来越懒，做出来的假克隆也就越来越粗糙到这个老爷一出现就知道自己是假货，于是他打算扒掉正常瑞克一家的皮，给自己和家人们换上。但他的计划并没有得逞，木偶瑞克一家登场，杀掉了劣质瑞克，救下了被扒皮的老爷一家。木偶一家带着他们来到了一处山洞，这里面全是复制出来的假家庭成员们。而此时木偶杰瑞也找到了一瓶光亮漆，只要有这东西他们就可以渡河了，但这只有1人份。不过木偶莫提和夏末都不搭理他，而木偶贝斯上台发言说，大伙在这儿就是一家人了，没有真的，都是假的，属于扫一圈防伪商标都查不出来的那种，再打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他们虽然愿意停战，但别人可不乐意呀。于是这个仅存的基地也被轰炸。木偶杰瑞是个自私的人渣，因为只有1瓶光亮漆，所以抛弃了家人，独自躲在避难房间内。另外一边，佛系瑞克一家已经不想管真不真这件事儿了，他们站在海边手牵着手，等待着别的假目标发现并解决掉他们。一家人从未这么团结过。随后杀了佛系瑞克一家的老爷觉得这样一点一点杀过去太麻烦了，不如直接把人聚集起来一次性杀完，于是弄了个自己头部的虚拟影像，将自己投影在上空。明显这个老爷很在乎自己是真是假，而所有的瑞克都是这么想的。在他的挑衅下，大家一窝蜂的冲向了影像的位置。这场闹剧折腾的天翻地覆，就连白宫里的总统都收到了消息，总统才懒得管这些，他只在意那边有几个州是支持自己的。内阁官人都傻了，那些人可是要保留奴隶制度的。黑人总统表示，我当然知道，我也上网的好吗？他立刻让内阁官员给自己拿可乐，喝可乐上推特，奴隶制度，别以为你顶着奥关海的皮我就认不出你了，川建国。放完狠话的瑞克老爷给家人分配了武器，然后冲出了车库，
门外是无数个克隆家庭的互相残杀，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真是假。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谁能活到最后，谁就会是真正的自己。而远处山上，布偶瑞克和贝斯看着下方的闹剧争吵了起来，最后老爷犟不过自己的女儿，选择了道歉，两人和好如初。看着天空中的投影消失，布偶瑞克一家脱下了外套，他们是故意装成假货的样子迷惑敌人。眼看快收尾了，几人开着飞船直奔最后活下来的那户瑞克家中。活了下来的瑞克也意识到自己被套路了，他举枪将飞船打了下来，于是两个家庭开始了大决战。夏末亲手解决了自己，看着两个莫提在互相残杀，他掉头就走。老爷这会儿也套路杀掉了自己。最后大决战落幕，4人在厮杀中存留了下来，就连杰瑞也是躲在柜子里最胆小的杰瑞，眼看就要迎来最后的胜利了，但剩下的家人们却突然遭遇了枪杀身亡。瑞克身中一枪，看着眼前穿着囚服的想被杀先生，这个老爷傻眼了，他根本没见过这家伙啊！就在最后这个瑞克死亡时，在外太空和宇宙贝斯一起旅行的一家人正其乐融融呢。老爷的手表突然发出提示声，他留在地球的假家庭被杀死了。这集的彩蛋是自私抛弃了家人的木偶杰瑞的故事，他在身上擦上了最后一瓶光亮漆，独自躺在河里准备漂流逃走。但是怂货到哪儿都怂，木偶杰瑞被当作松鼠筑巢的工具，身体被拆得4分5裂，剩下的头颅被做成镜框的装饰品，最后被活活焚烧。这一集的故事就是一个究极套娃，谁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每一个老爷都以为自己在第5层，实际上真正厉害的那个人已经在太空了。但太空的瑞克一家是真是假，这个不能确定，不过多半没得跑啦。至于杀死了地球上最后一个瑞克，长得贼像弱智版本变变动的想被杀先生，是不是真老爷故意留下来解决假家庭的道具呢？这就看大家的理解了。本周咱们莫提又迎来了一位新的恋人，继时间之神杰西卡后，今天的女主是星球环保女神蒂娜。故事开始，爷孙俩穿着新制作的 T 恤从一家服装店里走出来，衣服上印着俩人的头像，或许是为了这一次行动准备的队服。这时空中刷刷的下起了酸雨，俩人仓皇狼狈的逃回车上。天上飞来了制造这次酸雨的罪魁祸首柴油佑，他大肆的制造出汽车尾气，污染雨水。随后一位正义的环保女神从天而降，瑞克老爷忍不住吐槽起这个说着上个世纪环保口号的姑娘，一旁的莫提却忍不住哇哦了起来。显然他这会儿有些蠢蠢欲动了。在环保女神解决了柴油佑后，莫提跳下车捡起老爷扔的酒罐，他这环保的举动吸引了女神蒂娜，对方邀请他一同前往甜甜圈店约会。有了对象忘了爷，莫提脱下 T 恤一把扔到老爷脸上，自己跟着女神快乐约会去，徒留老爷跟见了鬼似的在原地看着他俩离开。第二天餐桌前，莫提忍不住拿着女神的广告对贝斯介绍起自己新的心动对象。贝斯有些犹豫，问起了女神的年龄，毕竟这看起来太老草啃嫩牛了。莫提却不以为然，星球蒂娜可是4元素结合体，没有年龄可言。然而快乐是莫提的，坐在他身旁的夏末却只有痛苦。她的男朋友泰勒在派对的前一天甩了她，而她的弟弟却在跟超级英雄约会，两者之间的落差使得没法去派对的夏末情绪一度失控。昨天同样被扔下的瑞克老爷立刻同仇敌忾，大骂莫提你这个害姐姐难过的人渣。反观莫提心中只有女神，丝毫不在意老爷的态度。见此情形，瑞克立刻掏出了一张地图，告诉夏末现在这有3个小行星，一个要变成太阳黑子，一个要被黑洞吞没，另一个即将被小行星撞地球了。3个星球的灾难是错开时间的，他们都打算在世界末日之前举办狂欢派对。你老爷我现在要带上咱家最宠爱的孙儿一起去这个烂派对。说着他就把之前莫提脱下来的 T 恤给夏末套上了，仔细看看衣服上的莫提头像还被老爷夹了个马尾和 CC 改成了夏末，10级老傲娇了。夏末一听还有这等好事儿，立刻要拿着自己的烟参与其中。一旁的杰瑞试图阻拦，但是阻拦未果，一心扑在女神身上的莫提在新闻上看见了300公里外发生了一场森林大火，他认为环保女神一定会出现在那里。为了和女神再见一面，莫提立刻让贝斯借信用卡给他买车票，但却被贝斯一口否决。贝斯劝他再多想想，然而莫提心中只有女神，见贝斯不帮他，莫提当即摔门离去。为表愤怒，他还连摔3次，姐弟俩一个一头扎进坑里，另一个跟着老爷到外太空参加狂欢派对。贝斯没能劝住莫提，杰瑞就算了，他水都劝不住。澳洲大
火，是森林大火正不断燃烧。这个州的州长已经放弃挣扎了，新闻正在实时播报。环保蒂娜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在森林上空，立刻冻结了森林的火灾。这时的莫蒂也出现在森林中，还拯救小兔子。为了女神，他不远300公里跑来森林里救了一只兔子。这等环保意识瞬间打动了女神蒂娜，但是女神面对莫蒂的约会邀请有些犹豫，毕竟她有4个孩子。莫蒂认为这都不算事儿，我也是孩子，绝对能和你的孩子们好好相处，太操了。但是蒂娜指的孩子并非她生的孩子，而是4个拥有元素力量合体可以召唤出她的存在。不过这4个人现在已经不能称之为孩子了，他们长大后逐渐把女神蒂娜商品化，成为了一个经纪人团队。其中一人刚出现就推开莫蒂，说和女神合照需要20美金。蒂娜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所管控。面对媒体询问她和莫蒂是否在约会，蒂娜有些支支吾吾，但是莫蒂却主动牵起她的手，承认了这段感情。面对莫蒂的追求，蒂娜心动不已。在那之后，2人开始了手机聊天，女神还送了莫蒂用她的头像制作出来的花篮。不仅如此，蒂娜在聊天中让莫蒂打开窗户，她出现在窗外，和所有刚谈恋爱的小情侣一样。蒂娜告诉自己的团队，她要出来回收电池，实际上是来悄悄见莫蒂。2人一见面，爱好和兴趣一致相同，年轻人的躁动使他们完成了生命的大和谐。这里的画面纯爱又温馨，就像酸酸甜甜的初恋一样。反观另一边，飞船里夏末和老爷同为天涯伤心人，在抵达第1个星球前，老爷和夏末约法3章，咱们是来这搞一夜情的，不准哭，不准抱怨，更不准放任自己的感情，没有内涵莫蒂的意思哦，就是在他妈的说莫蒂。而夏末也不愧是女武神，直言自己绝对会比老爷搞的人更多。等会儿车轱辘压脸上有点控制不住，老爷不甘示弱，2人顶着马赛克飞向了第1个星球莫格卢兹。那里的外星人全长着蜗牛触角，舞台之上，夏末抓着一个外星仔一通狂吻。老爷则遇上了这一集的感情杀手戴芬，他越过人群和这位粉毛外星人激吻在一起。happy之后，夏末左拥右抱，一旁的外星仔提议抓紧时间，在世界末日到来的那1秒，我们还能一起抵达人生快乐的巅峰。而夏末这践行绝对不多浪费一丝感情，找借口支开2人离开了这里，干脆利落的上了老爷的外星船。但瑞克老爷显然喝大了，一路酒驾前往了第2个星球。他们前脚刚走，后脚这个星球就迎来了大爆炸。而抵达第2个星球时，夏末已经爽翻天了。但是在一旁外星人邀请他一起去自杀的时候，夏末的头脑却十分的清醒，不带一丝感情的拒绝了对方。可瑞克老爷显然不太对劲儿，他居然打破了约定，把第1个星球的外星女戴芬带走了。这无疑破坏了夏末最开始的 happy 计划。被揭露之后，老爷不再掩饰，直接将飞船扔给了夏末来开，自己和戴芬在后座狂欢。面对这个蛊惑了自己老爷的戴芬，夏末简直难以理解。戴芬声称自己和瑞克是灵魂伴侣，已经相约一起看美好宇宙星辰。夏末却表示，去他妈的，宇宙美不美好他懒得管，今天谁也别想阻拦他和他老爷的派对狂欢之路。戴芬立刻露出了自己的手肘奈子，说自己这对玩意儿迷惑过总统，在原来的星球上甚至有人为了他这对奈子写了100首流行歌曲和9首国歌，造成了世界战争。戴芬说的是真是假已经无法求证了，但那玩意儿确实给夏末的自尊心造成了降维打击，这为戴芬颇具绿茶的心机，先是对夏末示威，再言语打击，一看就是个会算计的。老爷这里一片混乱邪恶，莫蒂那边的纯爱故事还在继续。生命大和谐的第2天，蒂娜的4个孩子在某动漫展上召唤出了她。当时蒂娜正甜甜蜜蜜抱着莫蒂，还没睡醒就被召唤在众人面前，女神人设崩塌，这下还得了？4位经纪人赶忙将蒂娜再次传送走，只留下了莫蒂。男经纪人派人把莫蒂抓进来，关进了小黑屋。过了一会儿，男经纪人支开了2个保安，锁上了小黑屋大门。莫蒂丝毫不担心自己的情况，反问起蒂娜在哪里。经纪人将蒂娜当作赚钱的工具，这次来是为了将莫蒂烧死，然后将蒂娜贩卖给另外一个石油大佬。一听这话，莫蒂还能忍？经纪人点燃拖把靠近他，被莫蒂一记佛山无影脚踹倒在地。他借着拖把的火烧毁了捆住双手的绳子，干脆利落的咬断了经纪人的手指，抢夺了火之高兴戒指。莫蒂一把火烧了经纪人以及赶过来的2保镖，之后更是化身人间杀手，穿着一身外卖小哥的服装，敲开了贩卖蒂娜的会议室大门。你好，社区送福利。男经纪人的头被扔上了会议桌，众人大惊。莫蒂却开启了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精彩操作。相继解决了几个孩子之后，拿到戒指的莫蒂打算事了拂衣去。随着热爱养海豹的石油大亨趁机偷袭，被莫蒂直接一招元素攻击扔进了水缸，惨遭自己的海豹分食。搞定一切，莫蒂关上门，戴上墨镜，潇洒离去。蒂娜从此获得自由，不再被经纪人所限制。莫蒂带着她回家见
家长。杰瑞对俩人相爱的故事深受震撼，他儿子为了真爱杀了一屋子人。不过看在蒂娜愿意陪他玩家庭游戏，杰瑞啥都没管。但贝斯喝了一口酒，问起俩人接下来的打算。得知蒂娜没有地方可住，莫蒂准备邀请他来家里同居之后，贝斯立刻就否决了。在他看来，莫蒂才14岁，自己都管不好自己，怎么谈恋爱？而莫蒂这个大孝子上来就说贝斯在10几岁就被杰瑞搞大了肚子。贝斯不但没有生气，还冷静下来给莫蒂解释，你们青少年之间感情太脆弱，你俩不合适。蒂娜，请你现在离开咱家，活见恶婆婆，看见不中意的媳妇儿一般。莫蒂和蒂娜的感情遭遇贝斯阻拦，虽然只是因为贝斯认为莫蒂还年轻，莫蒂自认为自己去过很多宇宙，经历了不少事情，只有蒂娜能给他归属感。见蒂娜被赶出家门，他急得直掉眼泪，追着蒂娜跑出了家门。贝斯没能拦下，眼睁睁地看着他俩私奔了。但正如贝斯所说，青少年的感情是脆弱的。一开始蒂娜还在认真地搞环保，她会吹动发电机阻止偷猎，但逐渐没了管制的蒂娜越来越上头，她的行为开始失控极端，逐渐失去了环保的初衷。最后在她杀死了需要工作的矿工，毁掉矿场时，莫蒂泪流满面地逃走了，因为他知道这份感情走到了尽头。而另一边，快乐派对的第3个星球上，这里的原居民高呼着和上司度爱，和父亲那啥，准备迎接世界末日。夏末抱手看着忙于和戴芬谈恋爱的瑞克老爷，老爷似乎陷入了情情爱爱之中，觉得恋爱真是个好东西。而夏末却看得清楚，戴芬会跟他只是因为想活命罢了。老爷不信邪，直到夏末开着飞船轰碎了即将撞击这颗星球的小行星，解决了这里的世界末日。下了飞船的夏末决定带着老爷回家。至于戴芬，夏末直言，你爱来来，不来滚。瑞克摊手，这可是我的灵魂伴侣，他当然会来的。随后戴芬心虚的移开视线，老爷恋情破碎。这个星球其他人却因为夏末解决了世界末日，他们明天还要继续上班，愤怒的将俩人赶了出去。在回家路上，夏末对于自己破坏了老爷的恋情表示抱歉。老爷是很生气，但是却没有说他做错，毕竟老爷自己曾经也干过这种事情。随后俩人拉钩和好，而尚在地球的莫蒂不得不嘴硬说出自己不爱蒂娜，借此和女神分手。等到蒂娜落泪离开后，莫蒂才敢在贝斯怀里放声大哭，祭奠着自己绽放不过几日就凋零的爱情，就像蒂娜送给他的人形鲜花一样。这集的彩蛋是那对发生了不正当关系的外星父子俩，因为世界末日被夏末解决了，乱伦关系的外星虫家庭破碎，父子俩直接社会性死亡。今天的灭世小故事源于贝斯工作的地方。这个周末一家人决定去看电影，但贝斯却被工作拖住，莫蒂只好在医院内等他。就在贝斯换手术服时，莫蒂打开了房间里蠕动的机器，这是护士用来取马蝌蚪的东西。莫蒂看着那玩意儿灵机一动，决定来这里当志愿者。1周后，进入贤者时光的莫蒂在屋顶晒太阳，低头就看见瑞克老爷滚了一桶眼熟的东西进来。莫蒂顿时就慌了，连忙问老爷，你个老不正经的拿着东西干嘛？瑞克回他，你懂个屁，你老爷我最近在和地下马人干架，这桶马的液是拿来做实验的，小屁孩闪一边去，我要检查这是不是真的马液。莫蒂当了1周的志愿者，那玩意儿是不是真的他还能不清楚吗？机器都不知道被他骑了多少回了。为了不社死，莫蒂连哄带骗让老爷停止了检查，直接对那桶东西动手。老爷被他敏感的心思烦得不行，立刻按下按钮，机器一亮，莫蒂天旋地转。等他醒来，外面就是荒野求生大逃杀频道，大蝌蚪到处杀人，老爷一边带着他躲开蝌蚪，一边一枪一个，浑然不知这些玩意儿就是自己的曾外孙。在一家人逃亡的路上，莫蒂和老爷各怀鬼胎，一个心虚，一个不想被发现自己做实验失败导致大蝌蚪出现。在贝斯的逼问下，老爷只好说此乃外星蝌蚪，与我地球无关。母女大受震撼，随后蝌蚪撞上他们的车辆，撕碎了车顶，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咬老爷，却被总统派来的人当场击毙。一家人都被带去了白宫。路上，老爷和莫蒂达成共识，莫蒂认为他和老爷是一条线上的蚂蚱。总统听见这个太空蝌蚪也陷入了震撼，不过他认为这件事要么就是瑞克做的，要么就是地下马人做的。爷孙俩异口同声，对，您真是聪明过人，就是地马干的好事儿。总统抓住莫蒂又问了一遍，这才解除了无人机对瑞克的射击指令，宣布和地马开战，并且叫来了蝌蚪研究专家。这人一来就表示自己已经跟踪这些玩意儿很久了，推算出这些大蝌蚪会在美国大峡
谷建立基地，在场众人包括夏沫丝毫不觉得意外，唯有贝斯难以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去大峡谷，因为那里裂开了一条缝吗？或许本性就刻在 DNA 里，连大蝌蚪都知道要找那种地方。确定了大蝌蚪的位置后，这位男蝌蚪专家还带来了一只活的大蝌蚪，准备提取它的 DNA 查明真相。莫蒂看得冷汗直流，立刻拔枪射杀了大蝌蚪，并大喊着蝌蚪持枪，我正当防卫，无罪，可以，这很美国国情。解救完大蝌蚪，莫蒂怕总统他们再查到什么，决定先下手为强，让总统给个核弹，他和老爷去炸了这个峡谷，想办法毁尸灭迹。夏沫也想加入其中，总统称其勇气可嘉，但是他看不起女人，以蝌蚪方的老大不会是个性感的会打拳的女蝌蚪为理由，果断拒绝了夏沫。飞机上，爷孙二人嘀嘀咕咕地看着机组人员，除了海豹突击队之外，还混进了一个像是中日混血款绝地武士角色。他俩打赌，这家伙绝对是个王者。还没等他俩定下赌约，军机突然被大蝌蚪做的抛石机给砸出了个大洞来。这波，请问这波是手榴弹炸飞机吗？莫蒂刚背上伞包就被气流卷下飞机，看着飞机坠毁在峡谷里，一机组人只剩下了队长和绝地武士以及爷孙俩。偏偏祸不单行，就在四人商量计划之时，还被大蝌蚪包围，队长自爆壮烈牺牲。冲击波将莫蒂掀飞到山坡下方，在那里莫蒂看见了一只长了2条腿的粉色蝌蚪，一人一斤，对视一眼都知道他们是亲属关系。莫蒂给粉蝌蚪取名年年，并且搬开了压着他的石头。面对老爷的追杀，莫蒂挺身而出，阻止了老爷的攻击，放走了年年。老爷大无语。这时绝地武士站了出来，他深沉的言行举止吸引了爷孙俩的注意。靠着绝地武士的嗅觉，他们找到了大蝌蚪的聚集洞穴。可就在老爷忙着安装炸弹时，一群大蝌蚪发现了3人。绝地武士立刻站在俩人身前，他让莫蒂和老爷先撤退，自己留下来拖住这些蝌蚪。你赴死的姿态十分帅气，但是你把刀插在天花板上的样子真的很逊哎。武器卡在山洞上方，绝地武士只好在原地蹦跶，试图将刀拽下来。结果刀没拽下来，他的裤子先一步落地，露出了性感的骚紫色丁字裤。莫蒂和老爷后退一步，绝地武士却认为这很正常，转身想要解释，就被自己裤子绊倒。此时卡在上方的刀落了下来，将他捅了个对穿。生命的最后一刻，绝地武士希望莫蒂不要告诉他的老婆自己穿了丁字裤的事情。然后他拿着自己老婆的杂志照片，准备再嗨一次。一旁的大蝌蚪都看不下去了，把他给分食干净。失算了，王者变青铜，爷孙俩连忙撤退。可惜另一批蝌蚪已经堵住了他们的去路，并且还拆下了老爷一路过来安装的炸弹。瑞克连忙掏枪，却晚了一步，被蝌蚪粘液给封在了原地。蝌蚪群中走出了一个蝌蚪女王，她打开岩洞后方的大门，那里有贝斯医院里用来取马液的机器和瑞克之前用来做实验的道具。他告诉瑞克，他们要制造蝌蚪大军。老爷冷笑一声，那你还得找一匹马。然而蝌蚪女王对着莫蒂就是一声父亲，这下老爷还有啥不明白的？面对如此不争气的孙子，老爷只好躺平，任由蝌蚪女王用机器从莫蒂身上提取蝌蚪大军。就在这时，先前逃走的年年轰开墙面，尾巴卷起石头砸碎了控制老爷的水晶。不过女王一脚踹飞了老爷和年年，嘲讽俩人是打不赢他的，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一个会打拳的女人来。但是年年靠着2只尾巴的优势，成功将莫蒂解放出来。没了人质，老爷抄着莫蒂的裤子勒晕了蝌蚪女王。爷孙俩按好炸弹，准备撤离。下一刻，整个峡谷里的大蝌蚪们倾巢而出，像是疯狗一样朝着赌城跑去。原来就在莫蒂他们决战大峡谷的时候，夏沫在白宫里就说了，既然这些蝌蚪会追求大峡谷，那肯定也会对卵子感兴趣，于是提出放大一个卵子吸引蝌蚪们出来，再通过机器将蝌蚪们和卵子一起送出地球。总统听后不屑一顾，但是隔壁男专家重新复述了一遍夏沫的提议，总统立刻抓着专家的手，决定将诺贝尔奖颁发给这位天才。夏沫翻了个白眼儿，这时贝斯拍了拍他的肩膀，恭喜你，你现在是个女人了。但夏沫还是捐出了一颗自己的卵子，被机器放大之后搁在了3角飞船上方。总统表彰了专家和表演团，就是只口不提夏沫的功劳，只因为她是个女人。这个提议确实有用，如果蝌蚪们真的是外星蝌蚪就好了。于是莫蒂的一通电话使得所有人都慌乱了起来，毕竟如果一个不小心蝌蚪真的进入卵子了，那可就是个巨大的畸形宝宝了。这时众人的视线看向了专家，专家想不出法子，直接和这个操蛋的世界说拜拜了。总统只好紧急下令，让士兵们在赌城的墙外洒满可乐，准备防御蝌蚪们进攻。另一边，电话还没打完，莫蒂的手机就被地马一族给戳烂了。爷孙俩和年年被捆着去见了地马国王，地马国王怒斥老爷，
居然睡了他的女儿地马的公主。老爷这才想起说有这么回事儿，国王一怒之下决定将爷孙俩绑起来煮熟吃掉。但是公主却赶到了现场，说自己已经爱上了瑞克，并且还怀孕了。为了这个孩子的身心健康，公主宣布赦免老爷，并且要求地马和人类交好。至于外界，因为大蝌蚪们全部朝着巨型卵子冲了过来，也不知道这群士兵是蠢还是自信。甭管贝斯和夏沫如何提醒有危险，对方都是一句哦，男人的事情女人不用操心，结果就被绑着炸弹的蝌蚪给炸死了。蝌蚪们穿过可乐墙，夏沫受不了这群人性别歧视了，带着贝斯跳上了蝌蚪的后背，两个女人一路骑着蝌蚪杀死了所有靠近追逐他们的大蝌蚪。而此时地马公主带着士兵们前来支援，所有在现场的人纷纷开始屠杀蝌蚪大战，那场面简直就是牛妈妈给牛开门，牛到家了。而解决了蝌蚪们靠近后，夏沫跳下蝌蚪的尸体，对贝斯道：我以后一定做好安全措施，就是走后门也会做防护。贝斯感觉信息量好大，决定晚上和闺女好好谈谈。就在这时，夏沫发现蝌蚪女王正在靠近巨大卵子，莫蒂见状立刻派出了年年。蝌蚪女王被年年一个撞击推下了高塔，在众人的欢呼声里，年年直接冲进了卵子，顿时所有人愣住。夏沫立刻举起火箭筒就要击毁这个孽种，却被总统义正言辞地拦下了。现在是选举时期，这是个生命，你不能杀他。贝斯都要疯了，咋的？你还想给老子整个孙子出来？不过总统却按下了发射器，将孩子送往了太空，事情看似解决了，实际上就是总统甩了锅。而绝地武士的老婆也找到了莫蒂，他希望莫蒂能如实告诉他绝地武士在死前是否穿着自己的丁字裤。莫蒂想了想今天撒谎后惹出的事，于是实话实说，他穿了，并且还是骚紫色。绝地武士的老婆被恶心的当场离开。老爷因为地马公主怀了孩子，并且还帮助了自己，决定和她好好发展感情。结果公主生下孩子之后，直接带着不需要抚养的崽走了，只留下老爷愣在原地。这集的彩蛋是被送上太空的孩子。美国的宇航员正在谈论家里的情况，他以为自己抛妻弃子来到太空后就不会看见让他良心作痛的存在了，谁知道下一刻一个巨大的孩子出现在面前，宇航员被当作玩具抓在手里把玩起来。某个风平浪静的晚上，贝斯临时接到医院电话，有7匹马怀孕了，需要他去加班，毕竟是深夜。贝斯便希望杰瑞能帮忙照顾家里的孩子，不过这个提议立刻就被瑞克老爷给否决了。今晚不行，因为今晚是他和杰瑞的男士之夜，不仅仅是今晚，每周五都是他们的男士友谊之夜。此话一出，贝斯大惊，你俩什么时候搅和到一起的？但眼看时间要到了，他一时半会儿消化不了这么大的信息量，于是便将照顾莫蒂的任务交给了夏沫。但显然莫蒂也在憋大招呢，他端着一碗葡萄走了出来，说自己已经约好小伙伴来家里了。夏沫刚才还被母亲禁止开派对和抽烟，正不满呢，一听见来人是新转校生布鲁斯恰贝，夏沫立刻就改变口风，同意莫蒂邀请转学生来家里。待家里3个大人都走后，夏沫掐着莫蒂的衣领问他怎么邀请到的新转校生的，毕竟两人在校风评不算太好，简直是臭名昭著。看着弟弟把转校生约来了，夏沫一撅屁股，转学生拿来吧你。另一边，老爷和杰瑞来到了小巷里面，杰瑞用邪恶魔方打开了传送阵，里面走出了周扒皮4人组。扒皮恶魔那别致且离谱的造型非常下饭，恶魔们一上来就和杰瑞搭话，似乎十分开心能和杰瑞一起参加派对。等到杰瑞进入酒吧后，那群扒皮恶魔才暴露出自己真正的目的，因为他们很喜欢看杰瑞的笑话，只要能感觉到尴尬和痛苦，他们就会感觉到快乐。碰巧杰瑞正是一个人形自走的尴尬制造机器，他所有的言行举止都会是恶魔们快乐的源泉。而这时留在家里的姐弟俩也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转校生。夏沫故意摆出高冷姿态，然而恰贝一开门，带着他的自我介绍 BGM 出现了。无视夏沫后，转校生直接进了客厅，老爷的异世界电台无法吸引他，夏沫主动拿出自己的沙发葡萄酒，也没办法让转校生转移注意。如此自带逼格的角色，想必未来一定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他一下就让姐弟俩感受到压力，俩人一致决定一定要在对方听到校内关于他俩的传闻前，和这位转校生成为好朋友。夏沫甚至想要打开老爷的仓库作为诱饵，不过老爷早有预料，你敢开门，我就敢把你那些玩具全部
部冻结到琥珀里面去，这威胁太大，夏沫扛不住。而转校生已经开门离开，吓得俩人立刻追了上去，却发现他似乎对老爷那艘宇宙飞船很感兴趣。夏沫豁了出去，拿出了飞船钥匙。飞船的人工智能姐姐再次出现，拒绝了夏沫等人登入飞船。夏沫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终以他们要去救瑞克老爷为理由，将人工智能姐姐给忽悠的自动关机了。三人乘着飞船在太空展开了大冒险。夏沫带头用棒球棍殴打了油箱星人的脑袋，3个小孩弄出了一堆破事儿。最终在夏沫试图将陨石炸成阿姆斯特朗回旋加速喷气式时，被飞船姐姐给呵斥了。对方早就知道瑞克并没有出事，之所以让三人登上飞船，就是为了记录刚才他们犯下的错误，然后用这些照片和录像作为威胁，在宇宙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甩锅给莫蒂三人。好啊，姐姐你好会算计啊！人工智能就和3个缺德孩子不一样了，他就喜欢玩点大的，比如用太阳和小行星作为诱饵，吸引来巨人，然后将其击毙。在丈量身高发现没劲后，飞船姐姐就带着3个小屁孩随便找了个星球吃最后的晚餐。毕竟今晚做的事情，背锅的3人回去之后肯定会被老爷当场制裁的。落地后，转学生大感失望，他可不想随随便便就死掉了。就在这时，这个星球上的一辆绿色小变形金刚不小心撞到了飞船姐姐身上，对方立刻变成了机械人，看着飞船亮出的武器，直夸她很 sexy， 直言自己想看见飞船姐姐变身后的模样，并且邀请她去变形金刚们聚会的酒吧。小绿走后，转学生一眼就看出了飞船有些异动，秉持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态度，他鼓动飞船去见小绿。而夏沫欲擒故纵道：“甭管这些了，咱们先回去吧。”这时飞船姐姐下定决心，她不会将今晚的事情告诉瑞克，但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莫蒂三人要帮助她和小绿度过快乐的第一次。在3人的建议下，飞船姐姐将自己伪装成了机器人，进入了变形金刚们的酒馆里。小绿看得怦然心动，替飞船撩起电线刘海。飞船内3人一拍即合，简直当代狐朋狗友，卧龙凤雏。飞船外，小绿正欲一亲芳泽，飞船姐姐却表演了一出什么叫铁头飞走。她那虚假的机械四肢轰然散架，会说话的飞船被一众机械人大肆嘲笑，小绿不堪受辱，吐在了飞船姐姐身上。这一举动无疑惹恼了飞船。开玩笑，当年跟着老爷走天下，并且徒手炸掉星系的狠船，也是机械人能随便笑的？怒火中烧的船姐直接烧死了酒吧内所有的机械人。而另一边，杰瑞在小酒馆的舞台上不断高歌，那些扒皮恶魔们在下方十分捧场的嘲笑。这时处理好医院事务的贝斯顺着 GPS 导航来到了酒馆内，谁能想到自己老爹居然带着一群恶魔在嘲笑自己老公取乐。老爷连忙解释，这些恶魔如果不嘲笑杰瑞，他们就会去闯很多祸。贝斯却不管那些，他上去就准备对扒皮恶魔一顿输出。然而对方一见到他便送上了地狱美酒一杯，并且还告诉贝斯，瑞克老爷称赞贝斯很酷，大概是酒太好听了，又或者是老爷夸他的话太好喝了。贝斯决定留下来伙同这些恶魔一起嘲笑那不争气的老公杰瑞。他一边喝酒一边和扒皮恶魔们吐槽着杰瑞的事迹，将杰瑞平生黑历史抖了个七七八八，获得了恶魔们一致好评。而杰瑞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在哪里，瑞克都看不下去了，决定带着俩人回去结束这一次派对。贝斯正在兴头上呢，怎么会让老爷来扫兴？于是又一次捉弄了杰瑞，使得恶魔们哈哈大笑。直到杰瑞进入卫生间，听见门外2个恶魔对自己的贬低和嘲笑，意识到了自己居然是被当猴子围观戏耍了，他顿时气愤不已。离开厕所后，面对来嘲笑他的恶魔，杰瑞第一次阴阳怪气的骂人，惹得那个恶魔拔插相向。虽然被老爷阻止了，但杰瑞反抗的态度让所有恶魔感受到了不满，于是他们开始在酒吧里展开了大屠杀。就像刚刚失恋的飞船姐姐一样，她杀完酒吧的机械人还不够，反手还屠杀了整个机械人种族。在机械人警察追踪下，转学生嗷嗷大哭，说自己不想就这么死掉。莫蒂见状直接解除了飞船的锁定，3人从飞船里掉了出来。这下好了，飞船跑了，他们仨被抓了。宇宙警察局里，外星警察正在细数3人犯下的罪行，实锤和某发电男明星不相上下。但鉴于3人都是未成年，警察还是给安排了辩护人。对方一进来就表示，我要和他们详细谈谈。原来这位辩护律师正是去而复返的飞船姐姐，她把芯片插进了这位辩护人的脑袋里，告诉俩姐弟，现在我已经和法官谈好了，你们3人里面只需要有1个人出来背锅就行了，剩下的2人可以无罪释放。鉴于刚才转校生提议飞船姐姐去搞什么约会，才导致了这件事发生，飞船直接提议让莫蒂和夏沫把黑锅甩给转校生，但是姐弟俩是铁了心
想和这哥们交朋友。虽然内涵了转校生一顿，但还是没有让转校生一个人背黑锅。飞船姐姐大无语，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呗。她一头撞墙，将审讯室炸开，再上3人一通轰炸，直接将整个宇宙警局给炸掉。解决不了事情，就直接解决产生事情的人呗。而另一边，开启大屠杀的恶魔们决定将杰瑞这个尴尬制造机带回地狱。老爷和贝斯看着满地死尸的酒吧，还是追进了地狱。父女俩穿的那叫一个死亡朋克，一路过来，俩人针对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这口锅该谁来背？最终谁都不想承认。这个地狱的恶魔们是通过感受痛苦才能转化成快乐的存在，所以在贝斯和老爷的糊弄下，门卫将俩人放了进去。但这居然是地狱之主早就准备好的计划，他绑走杰瑞就是为了吸引瑞克老爷来救人。在地狱之主眼里，瑞克老爷这个认为杰瑞很逊的存在，在他们眼里同样很逊哎。老爷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居然会被拿来和杰瑞做对比，这一沉重打击险些让老爷气死。甩开了自己制造的劣质手铐，躲掉岩浆之后，贝斯和杰瑞试图劝老爷直接离开地狱，但是老爷怎么能忍受被凭空侮辱？他拍板决定，今天不是地狱死就是他亡。他写下一串公式，用一句父亲给女儿的朋友照片点赞。这种尬到令人脚扣地面的借口吸引了一只恶魔进来，对他进行了改造，研究出了情绪置换反应机器，就是将地狱认为痛苦是快乐这件事调转回去，改成了痛苦就是痛苦的原本设定。机器研发完，老爷让杰瑞再表演个日常犯蠢，但是杰瑞不愿再被嘲笑，于是直接拒绝了。而贝斯也反对了这件事情，无奈之下，老爷只好承认了自己隐瞒和恶魔做交易这件事，并且承认自己爱着贝斯。好家伙，那尴尬值直接让被改造的恶魔瞬间能量满满，3人就这么一路杀了出去，所到之处尸横遍野。所有的8匹恶魔都因为情绪反转开始痛哭起来，就连地狱之主也被放倒了，惨遭老爷一记断子绝孙酒。报复完毕，瑞克老爷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地狱。在上车前，他对杰瑞欲言又止，杰瑞却难得情商上线，没有多说什么。一家人一看时间，11点07分，准备回家了。尚在宇宙大逃亡的飞船姐姐察觉到瑞克要回家了，不再拖延，一炮轰碎了后面追击的敌人，带着3个菜逼回到了家里，顺手还给自己搓了个澡，防止瑞克闻出他们去大冒险的味道。而这次和转学生的冒险并没有获得对方肯定的交朋友的想法，转校生表示以后要看看学校的阶级制度，才会考虑和他们交朋友。2姐弟很是不爽，干脆在家喝起闷酒。这次的彩蛋是关于转校生恰贝的，他很快就在学校和众人打成了一片，但因为一天没换裤子，就导致在校内颜面大失。围观的2姐弟只能感慨时也逆也。被扣上难听的外号后，恰贝在回家的路上还被邮箱新人开着飞船暴打了一顿。美国秘密银行内，老爷带着莫蒂打开传送门混了进去。老爷这次的目标是美国宪法，莫蒂深知他这是知法犯法，希望脱了之后老爷能放回去。但是老爷却表示，之前的又不是这个跟不上潮流、不废除还不断修改的美国宪法，而是宪法后面藏着的秘密地图。说罢，老爷将激光枪扔在他手上，准备换个武器去撬开关宪法的玻璃柜，但莫蒂却觉得速度太慢，准备上激光。谁知这玩意儿功率开得太大，一枪损坏了宪法不说，还将自由女神像里面的巨人刺客给打了出来，笑死！今日如法，合着自由女神像是法国送来暗杀美国总统的是吗？见势不妙，老爷赶忙带着外孙跑路。感恩节的一大早，瑞克家门外就被美国士兵给包围了。杰瑞无能狂怒，生怕门外的激光影响自己最后能取悦贝斯的东西。老爷还在和美国总统交涉，这波锅全怪莫蒂，与我无关啊！总统说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美国恐怖分子！老爷立刻反驳，恐怖分子这词都快被你用烂了，你老实说，恐怖分子这个词是不是就是指你的敌人？俩人谁也不让谁。夏沫看了一眼，劝他俩不要多说，直接开战。但老爷不，老爷就要绕着来，他决定让自己变成火鸡，然后让总统赦免他和莫蒂。然而这一招几乎瑞克每年都要在感恩节用一次，总统上当好几回了，这一次他早有准备。老爷催眠的火鸡养殖者被总统安乐死了，而总统用来运输火鸡的装甲军车是老爷用的皮包公司造出来的。俩人一番套娃，最终老爷还是不愿放弃火鸡计划，而总统也选择了一批特种兵植入火鸡基因，用来暗杀变成火鸡的爷孙俩。一旁的白人副总都傻眼了，神经病吗？这不是搞这么麻烦，还不如直接开干。外面的巨人刺客还在纽约大杀特杀，总统居然在这里和瑞克玩火鸡找不同游戏。总统看他一眼，
下属说话小心点，要不是我需要1成的白人支持，你早下岗了。这时收到消息的特种兵们申请告别怀孕的妻子，植入了芯片和基因，转变成火鸡进入装甲车，等待瑞克和莫蒂的出现。老爷放了人肉机器人，假扮他和莫蒂，爷孙俩放倒了出来探查的火鸡特种兵。总统在外界也发现人肉机器人的事情，肯定瑞克就在火鸡群内，于是决定给自己也注入芯片和基因，他要亲自去对付瑞克。老爷和莫蒂顺利抵达了火鸡地下室，但这时总统火鸡也出现了，老爷伪装暴露，总统表示你输了，赶紧道歉。瑞克冷笑一声，你不赦免我3天之内搬家加拿大，从此地图没有美国，只有加拿大，这能忍？总统想都没想就和他干了起来，俩火鸡干架，无非就是你推我打。谁知道老爷一头锤，把总统肚子里的身份识别芯片给打了出来，掉别的火鸡嘴里。偏偏这时候法国那个巨人刺客已经把纽约攻打下来了，这尼玛是放了个圣女贞德在里面吗？副总统让人赶紧把总统带出来，然后那群特种兵就把吃了总统身份芯片的火鸡给抓走了。真总统一脸茫然，眼睁睁的看着火鸡被注入了自己的基因，变成了人。大概是当总统这件事已经刻入了他的 DNA， 以至于火鸡有了他的基因，立刻就适应了美国总统位置。而真总统则和爷孙俩一起被扔进了地下的养殖场，在下面他们居然遇上了新洛夫版本的小罗斯福。爷孙俩的火鸡时间恢复正常，在一把火烧掉小罗斯福后，老爷和总统谈了个条件，而外界火鸡总统带着自己的同胞，要求研究员将火鸡变成人类被识破后，咔嚓结果了研究员，并且给火鸡士兵增强了10倍战斗力。之后更是在国会会议上表示自己要把纽约卖给法国，并且会把所得的钱全部上交给国会，获得了下属一致的好评。就连之后赶来的真总统都因为这个决定被撼动了地位。国会属于典型的拿钱就完事儿了，管你是不是真的美国总统，操，老美国国情了。局势落后，总统叫出了自己心爱的小车，杀掉了火鸡战士，带着爷孙俩回了家。在车库内，总统搞不明白瑞克为啥老跟自己跟美国过不去。瑞克老爷一摊手，国家不过是政治人物创造出来给自己发钱的工具罢了，所以他看所有国家都不顺眼。总统却认为自己分明在保护民众。一旁的莫蒂就觉得俩人尽他妈在说废话，没一个是对的。总统直接怼莫蒂，就是你这个小酸萝卜 bitch， 害得美国宪法被毁，才引发了这些事情。没想到他骂人的话被贝斯逮了个正着，那简直就是大型社死现场。原本家中就在准备感恩节晚餐，于是2个不愿意在新年被赶出去的幼稚大人，老老实实的来到餐厅吃了一顿和谐的晚餐。2个幼稚大人靠着嘲笑杰瑞，第一次观念相同。此时电视机内的新闻播报，火鸡总统意图将全美国的火鸡全部变成超级士兵。这一荒谬的法案在6小时内国会加薪3次后全票通过。看到这里，总统坐不住了，这火鸡都变成超级士兵了，他们这些人类还不得被赶出家园吗？隔壁夏沫低声吐槽道，谁不知道感恩节是屠杀印第安原住民啊？总统狠狠瞪了他一眼，但眼下解决火鸡更加重要，于是他告诉瑞克和莫蒂，现在他们只能去地下洞窟，只有那里才会有拯救美国的希望。老爷去偷美国宪法不就是为了这个洞窟地址吗？没想到总统居然早就知道这个洞窟的存在了。为了集结势力，总统找到了之前的特种兵们，虽然被对方怀孕的妻子给阻止了，但是总统开始了他没有任何内容的演讲。我演讲就是因为我需要演讲，就像美国的士兵就是美国的士兵，真是听君一席话，犹如一席话。特战队众人振奋起来，再次加入总统部队。在特种兵的护送下，一群人突袭了秘密基地，来到了地下，这里掩藏着美国感恩节下的秘密。原来这个大陆曾经是被火鸡所统治的，他们狩猎人类，吞噬人类。后来有2艘外星飞船出现在这里，成了人类的救星。说着，总统启动了机器，解放了骷髅们。这2波骷髅原本也是对手，但为了对付火鸡，他们又开始相亲相爱了起来。总统上前发布指令，骷髅战士们一窝蜂地冲了出去，地上的丛林生长了出来，他们将火鸡全部屠杀在阴影之中。而总统带着爷孙俩去破坏将火鸡变成士兵的武器。此时火鸡总统杀了出来，挡在3人面前，他启动了光束火箭，并且给总统一个选择，是留下来和自己干架，还是去阻止变形光束。总统当场赦免了瑞克和莫蒂，让他们去解决光束武器，自己留下来和火鸡总统俩对峙。老爷带着莫蒂上了宇宙，准备拆除武器带回纪念碑，但谁知道火鸡总统居然还安排了太空火鸡人。老爷再次将枪交给了莫蒂，告诉他等会儿撬开装甲，记得捡蓝色的那一根线就行了。莫蒂点头答应，结果打开盖子，感慨学美术死路一条。面对美术界的多样性蓝色，他只能2眼一抓瞎。火鸡人前来突袭，莫蒂抬手就将枪支夺了回来，直接解决了火鸡。但身后的光束火箭也发出了最后的警报，莫蒂干脆一
B 激光枪给全部扫射了。至于火箭内的石痨子纪念碑，干他屁事，与他无关。而下方的总统和火鸡干架，从徒手肉搏到扳手互怼，最终总统靠着地上的玉米杆子将火鸡捅了个对穿，正打算发表获胜感言，却发现火鸡从胸口掏出了一块骨头，那是他的许愿骨。火鸡掰断骨头许愿爆炸，和总统同归于尽。被爆炸冲击到水中的总统已经看到了人生的走马灯，从 PS1 一直到 PS5，亘古不变的愿望展示着他简单的人生理想。老爷把他从水里拽了起来，面对这些长得像印第安人的骷髅，总统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他还是说了一句话，请再给美国一次机会。两骷髅对视一眼，最终回到了地下墓穴内。这些外星人的到来教会了美国科技和驯奴，随后他们自己陷入了长眠。莫蒂看着眼前的废墟，他曾经认为这些科技都是国家研究，所以才拥有了现在的地位。一想到总统说这些东西都是外星人留给他们的之后，他陷入了沉默。总统却说，你要学会感恩，莫蒂。这集的彩蛋是之前的特种兵和他的妻子，俩人的孩子已经出生了。这时超市内的一叠蓝莓倒下，特种兵突然一个激灵，体内的火鸡基因被激发，开始不断的啄着地面上的蓝莓。妻子抱着孩子看着这一幕流下了泪水。外星小飞船上，瑞克老爷带着姐弟俩准备前往快乐天堂。夏末这一次又是被当作捎带角色，属于是爷孙俩快乐了，他围观。不过飞船还没抵达成双成对的奈子世界，老爷却逮住了一只蓝色宇宙雪貂。都说机甲是男人的天堂，有了机甲，老爷还去什么奈子世界？当然是掉头选择回家。夏末举双手支持，唯独小色皮莫蒂没法理解机械玩家的 XP 系统，但是地位和旁白都被夏末给剥夺了，莫蒂的话语权逐渐消失。老爷收集了自己这个宇宙只有5架的雪貂战机，准备带着全家一起成为传说中拯救世界的机甲战士。贝斯和杰瑞不为所动，直到夏末大喊，你知不知道你拒绝的是什么？是一个天神是你那空巢高智商老人和正值青春花季敏感的女儿，我们愿意主动放下身段邀请你们，你2个做爸妈的别不识好歹哦。在夏末的鼓动下，贝斯和杰瑞只好换上日漫标配紧身战斗服，配合家庭来了一出5人环太平洋，也可能是超兽武装。一家人体验了一把哆啦 A 梦孔大雄的同款传送通道。现在有一只怪物出现在了别的星球，需要他们的雪貂高达小队去消灭这只虫怪。老爷打开传送门直奔虫怪，秉持着前期先送的道理，5只雪貂葫芦娃救爷爷，一个一个送人头，被虫怪啪啪2下打飞出去。见此情形，老爷摸出钥匙，大喊一声，雪貂铠甲合体。一家人各司其职，面对虫怪各打各的。虫怪从未见过如此混乱的四肢，一时间大为震撼，被击倒在地。这时老爷掏出光能剑，一刀了结了虫怪，潇洒离去。雪貂高达小队初次行动竟如此成功，一家人开心快乐地抱在了一起。旁白深情剧透，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很快老爷就发现数个平行宇宙中只有自己集齐了5只雪貂铠甲，他现在就想让其他宇宙的自己也收集5只雪貂。莫蒂此时跳了出来阻止了瑞克，人要知足，你给人家日漫机甲番主角留口饭吃啊。老爷被说动了，但是夏末却跳了出来，他像是吃了火药一般谴责莫蒂，你吸血瑞克老爷现在走上人生巅峰了，居然还想让老爷退休，莫蒂你没有心。老姐突然变成饭圈款瑞克独为，莫蒂只能看着自己地位逐渐被取代。夏末成了老爷的新宠，并且在他的提议下，老爷叫来了另外4个平行宇宙的瑞克一家。这些家庭的莫蒂都去过奈子世界，所以十分看不起没去过的 C137 莫蒂。一夜之间，莫蒂的家庭地位显露无遗，沦落到给来的客人们端盘子。而夏末晋升成了瑞克老爷的参谋官，和他一起参加了这场雪貂战队收集会议。来的4人分别是胖瑞克、富豪瑞克、脾气暴躁瑞克以及艺术家瑞克。老爷表示自己能帮他们收集够5台雪貂机甲，不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这些人得搬到这个世界来，方便他研究如何高效利用机甲。暴躁瑞克率先不同意，他指着瑞克和夏末大骂，就你们这一家搞出巨大乱伦宝宝，还发送到外太空的瑞克一家也能帮忙收集到全部机甲？暴躁瑞克从不妥协，他掉头离开车库，准备开着自己的雪貂机甲回家。而夏末早有预料，他反手炸掉了暴躁瑞克的雪貂，看着对方带伤离去，他又请出了一位悠悠瑞克代替了暴躁瑞克的地位。见夏末雷霆手段，车库内的瑞克们纷纷同意了条约，于是几个瑞克联手从日漫主角那边将机甲抢了过来。5个家庭组建了5只雪貂高达小队，在原本的5雪貂合体组成的大雪貂高达的情况下，这次升级成为了5只大雪貂组成的终极大貂高达。这个宇宙的虫怪们被雪貂高达小队不断屠杀，但升级的不仅仅是机甲，还有夏末和老爷的野心。悠悠瑞克提出要在机甲上添加悠悠球，因为这是他的
名字，而这样的刺儿头却被夏末给解决了。他带着悠悠瑞克用悠悠球把这个瑞克世界的杰瑞给杀了，老血腥反派了你！为了老爷，夏末满手鲜血的走到了高层位置，成功挤下莫蒂，成为了老爷的亲亲外孙女。例如这个血雕机甲有定，估计莫蒂都要被挤到定部，成为定级指挥了。但显然他现在只能被踩在脚底下，然后被夏末赶去买洗调剂。随着血雕高达小队发展的越来越快，他们甚至在某个星球下建造起了血雕基地。至于最开始没有支持老爷搞血雕战队的莫蒂，这时就连血雕都不配去开，他只剩下了个保安队长的身份了。然后他就听见如今拥有了90架机甲的老爷要再收揽10架血雕机甲回来，这样就可以组成超级无敌噼里啪啦大血雕高达。莫蒂听不下去，选择出去换口气。众所周知，保安这个位置是最容易被别人盯上的角色，于是莫蒂惨遭3个日漫主角绑架，对方用着经典的日漫语气和奈子世界的钱币诱惑莫蒂叛变，并且表示老爷和夏末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文化盗窃，这些高达本来应该是他们的东西。笑死了，什么文化盗窃？这事儿不得韩国来插一脚？莫蒂当然选择了拒绝。虽然夏末现在走入歧途，只想获得老爷面前的地位，但对于莫蒂来说，那始终是他的家人。所以保安队长发挥了自己的特长，跳车让这群日漫主角撞衫昏迷。他拖着伤回到基地，这时另一只血雕高达从天而降，将基地踩了个稀巴烂。这个入侵者就是之前的暴躁瑞克。这场战斗使得血雕大队损失惨重，莫蒂这个不在现场的保安要负全责，所以他被开除了。而莫蒂的离开让夏末自觉坐稳了老爷生前大红人的位置，他甚至开除了一个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杰瑞，以及没能管好杰瑞下属的贝斯。为了弥补空缺人手，夏末提出可以开始招揽一些外人了，但老爷早就已经找好了合作伙伴，那人正是之前保安莫蒂打走的日漫主角。于是夏末也被炒了。这时已经回到家的两夫妻还在生夏末的气，莫蒂劝俩人冷静冷静，过段时间就不会再想杀夏末了。正当杰瑞提出先一步自杀，然后去地狱准备突袭夏末的时候，看见自家闺女委委屈屈的回来了。夏末一见家人嗷嗷大哭，两夫妻哪还顾得上生气，当即又是宝贝儿又是心肝的喊着把夏末哄好了。于是夏末也公开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都说为母则刚。这段时间比钢铁侠还刚的夏末其实是受到了打击，杰瑞都准备好为夏末打官司了。夏末表示自己并没有怀孕，受到的打击也是源于第4集他和莫蒂的那个巨大乱伦婴儿。其实那个婴儿并没有死，并且还一直和自己保持联系。政府秘密的找到了夏末，并且将他带到了五角大楼，运输到了火星基地，准备让夏末教这个宝宝成为人体武器。但是夏末却教会了孩子逃跑和珍爱自己。但是孩子走掉后，这个事情早晚会暴露出来。一家5口人，杰瑞和贝斯是夫妻，老爷又十分看重莫蒂，只有他是一个人，没人疼没人爱。而那个逃走的孩子现在还不知道身处在太空的哪一个地方，所以夏末在之前才会让家里人组建起队伍。可谁知道辛苦构建的高达帝国的他的位置居然被老爷用一个日漫女孩给取代了。听到这里，莫蒂愣住，啥玩意儿？你是说那个画风突变的小姑娘？这下好了，老爷只身一人陷在敌人窝里面了。莫蒂提出要出击救人，但夏末却大受打击，不愿再行动。但是家人是没得选择的。另一边，老爷成功完成了终极无敌噼里啪啦大血雕高达的组装，兴奋的想要找一个怪物试试手感。这时日漫女孩带头叛变，对头颅发起进攻，老爷被架空王位，4肢各司其职，纷纷叛变。日漫主角们杀进驾驶舱，大笑着表示瑞克的家人们不会再来救他了。谁知道夏末居然靠着感应联系到了大宝宝，一家人坐在孩子的头上前来支援。对方看着这巨大的孩子，一时震撼无比。但眼看敌人在前，几位日漫主角立刻亮出光剑。贝斯吃惊道：“他们不会对婴儿下手吧？”夏末摊手，建议你多补点日漫。说着，他拽了拽孩子的头发：“鸣人，你悠着点。等一下，你说这孩子叫啥？操，鸣人！”家人们笑哕了。面对高达的光剑，婴儿鸣人不为所动，一脚踹飞了高达，并且捏住了高达的脑袋，险些将自己的曾老爷给挤死。夏末和莫蒂救下了老爷，一家人从此恢复了日常生活，对高达失去了兴趣，而高达血雕也在之前的战斗中全部损坏。这个宇宙的虫怪再也没有人去消除了。等到新的虫怪来袭，贝斯会非常熟练的开启家庭防护。只是饭吃到一半，他突然发现杰瑞不见了。就在家人们享受午餐，准备迎来结尾时，旁白也决定休息。这时老爷一伸手，从莫蒂耳朵里扯出了一只虫子，夏末也赶紧跟着拔了出来，被老爷一枪给击毙了。合着这一集的旁白都是这2只虫子在播报呢。这一集的结尾是关于虫怪的故事。在虫怪学校内，老师告诉学生们，他们要去小人国世界执行的任务从来没有幸存者活着回来过，但是虫怪的目标是将艾滋病的解药告诉小
人国们，所以一旦过去，一定要超级大声的将解药秘方念出来。这时，一只小虫提出疑问：咱们通过时空隧道过后，不会被扒掉衣服吧？万一小人们听不懂他们的虫语呢？老师笑了笑，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勇敢虫虫来到了异世界，一出现就发现自己衣服没了，人类还在不停的殴打他，虫虫只能高声喊出解决艾滋的配方，下一秒就被听不懂虫语的人类给击毙了。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瑞克老爷送走了即将前往游轮度假的家人。老爷在车库中小酌一杯，准备修复被分尸状态的好友鸟人。然而鸟人被唤醒后，只剩下鸟，没有人的一部分了。瑞克老爷连忙问系统，这是个什么情况？人工智障嘀嘀咕咕了一大堆分析话术，老爷让他不要逼逼赖赖，说重点。人工智障这才解释道，鸟人的主意识不愿意从潜意识出来了，俗称陷进回忆杀了。人工智障说着说着，还把自己给说急眼了。老爷忙着呢，没空收拾他。他准备进入鸟人的潜意识中，找回鸟人的主意识。人工系统赶紧提示他，这样做的风险太大，随时都会狗蛋，提议他去平行宇宙里抓一个和他认识的鸟人相差无几的同款回来当代餐。人工智障的提议确实是最优解，但瑞克出乎意料的拒绝了。这样做的话，鸟人对瑞克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系统估算了一下风险，觉得这一波不太行，他想跳槽了。系统让他好好看房子，不要多管闲事，掉头自己就进入了鸟人的潜意识，开始救人。老爷的双标虽迟但到，他从鸟的骨头跳下，衣服被烧了个一干二净，一脑袋扎进了鸟蛋内，然后顺利的进入了鸟人的回忆中。在那里，老爷看见了只有颓废没有秃顶的年轻的自己，对方的发际线让老爷稍感怀念。那时的老爷正好带着联邦的致幻迷药免费的到处分发，鸟人前来白嫖，一个是不想被文化限制的鸟人，一个是四处流浪的冒险家，俩人一见如故。老爷面露微笑，赤裸的身体就像他坦诚的心，他必须要将鸟人的主意识找回来。老爷打开厕所的门，此时鸟人潜意识中的另一段回忆出现了。酒吧里正在发生枪战，鸟人和年轻的瑞克正在对付一群科幻瑞克，科幻瑞克那边正嚷嚷着，你就是杀了我们，他也不会回来了。年轻瑞克子弹上膛，谁在乎呢？我只是想报仇罢了。老爷赶紧翻过枪战现场，打开门，又进入了另一段记忆。那是一个拯救者小队，鸟人和史瓜奇都是队伍中的成员，只有年轻的瑞克独自坐在一边。这时，瑞克被老爷弄出来的机器吸引了过去，两个瑞克一对视，属于鸟人记忆中的瑞克很纳闷，但大概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掏出传送枪准备传送。然而传送枪无法使用，因为在鸟人的记忆中，他只看到了瑞克使用传送枪，但永远不知道的后面是什么。两个瑞克一拍即合，老爷说自己是来救鸟人的，年轻的瑞克表示自己要和老爷一起去，毕竟自己的人生都是假的，还不如跟着老爷一起冒险。老爷一个水桶框住了只有35岁的自己，转身套上裤子追上了自己的好友。鸟人正在潜意识中为自己和塔米的爱情落泪，而这时老爷追了过来，准备带回好基友，但鸟人已经不愿意回去了。在追逐的过程中，老爷看到了鸟人曾经的黑暗童年，那里到处是联邦的虫子士兵。鸟人救下了童年的自己，不过却坑了一把自己的好友，让虫子的仇恨值全部转移到了老爷身上。老爷被虫子追到了角落，好在年轻的瑞克杀到了现场，解决了虫子士兵后，兴奋的他被虫子的援兵击伤。不过好在鸟人的记忆中，传送枪被变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钢盾，靠着传送液，老爷成功将虫子们全部送上西天。但是外界的老爷和鸟人的身体却因为潜意识过于混乱，开始口吐白沫。人工智障一通分析，觉得这届老板快不行了，为了有口饭吃，他立刻打开了车库大门，对路边的行人发起攻势。 Hello， 在吗？我是高智商 AI， 现在急需一个主人，给我打电池，你将获得人工智能大礼包哦。路人大受震撼，你就是性转版贾维斯？人工智障不装了，直接问他有太阳能板和电池吗？现在咱俩就能跑路。另一边，年轻的瑞克问起一部自己很感兴趣的电影，老爷说电影一般，但 Morty 很喜欢。这时，年轻瑞克疑惑了 ，Morty 是谁？老爷这才说出自己和孙子历险的事情。随后，年轻瑞克强烈谴责了老爷，你居然跟着被自己抛弃的成人贝斯住在一起了。老爷表示这事很难简单说清。这时，年轻的瑞克开口了，这有什么难解释的？你找到死去的女儿，并且和她住在一起，试图安慰自己的心灵。瑞克难以理解，但是老爷却表示，你少说两句吧，我就是未来的你，你现在的吐槽都是在扇自己的大嘴巴子。瑞克只好闭嘴了。这时，他们俩发现了鸟人的记忆树，老爷估计这树就是鸟人的神经，里面藏着鸟人被改造时的一些记忆。老爷一进屋子就
和瑞克分头行动，并且他立刻找到了自己的好友鸟人，对方在自己的神经树上安装了炸弹。老爷劝他别老想着死，好好活着，哪怕他加入别的什么邪教，或者拉着他瑞克去上培训班，老爷都能接受。然而鸟人一心求死，即使老爷拆掉了他的炸弹，鸟人还有后手，按下自爆装置后，整个房间轰然倒塌。老爷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不服管的好友再次开溜，他只好掉头回去找年轻的自己，却没想到年轻的瑞克刚刚看完鸟人的婚礼凶案现场，然后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鸟人和塔米还有一个孩子。但现在肯定顾不上那么多了，鸟人自爆大脑的举动就是在找死，如果老爷在这里死去，那么现实中他也会死去。于是老爷抢了自己的衣服直奔鸟人，但潜意识的世界已经开始崩塌，老爷只好带着年轻的自己换一个时间线寻找鸟人，而要去的时间线偏偏就是年轻的瑞克即将经历的血腥岭之战。年轻瑞克异常兴奋，这可是他期待已久的大冒险。另一边，飞船上的机甲瑞克还在讲述开战宣言，这场战斗是为了阻止联邦入侵。此时老爷带着年轻的自己登上了飞船，机甲瑞克比较淡定，直接无视了两人。随着飞船爆炸，战斗打响，外面是铺天盖地的联邦虫人，老爷生怕鸟人在战场里嗝屁了，到处在找好友。而没有经历这场战斗的瑞克却非常上头，两枪干碎了虫人。看着厮杀的战场，冒险家小瑞觉得非常的酷，但是老爷却并不觉得。而当年轻瑞克看见战场上的自己和鸟人无间合作时，顿时爽得起飞，觉得世界上最棒的友谊不过如此。而老爷却推了一把年轻的自己，赶紧走吧，接下来的剧情就不精彩啦。年轻瑞克不解，但很快他就知道了，因为战场上的瑞克和年轻瑞克一样，都觉得这非常的酷。于是机甲瑞克在战斗结束后，第一次向鸟人提出了一同冒险的请求，并且告诉鸟人自己随时可以穿梭时间，只要鸟人想，他随时可以带鸟人去任何一个战场。年轻瑞克掏了心窝子，觉得鸟人就是他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但鸟人的目标就是赶走联邦的虫子，他还有没有完成的目标，和年轻瑞克一味追求刺激的想法不同，于是他立刻就拒绝了。机甲瑞克只好自己失落的离开。而年轻瑞克在看见这场战役的结局后，也知道了为什么老爷不太想回忆这段故事，但他不理解，明明自己都被鸟人拒绝了，为什么老了的自己还会选择回来救鸟人？老爷撬开了避难所，只回了一句话：因为你爱他。年轻瑞克死傲娇了，连忙反驳：爱他的明明是你，不是我。老爷点点头：对对对，你说的对，所以还要继续救人吗？瑞克还是老老实实的跟了上去，而自爆过后的鸟人正搂着塔米欣赏日落，等待死亡。这时老爷从天而降，一脚把好友踹开，年轻瑞克也持枪控制了塔米。鸟人这时候还不忘损了一把老爷，你居然和记忆中的自己组队，这也太可悲了吧。老爷也不甘示弱，表示你个鸟人就是不愿意接受失恋的现实，不敢喝酒向别人坦诚自己的胆小，这才躲在潜意识世界里和塔米卿卿我我。鸟人叹气，他告诉老爷，人是没办法选择自己爱的人。老爷表示这点道理他还是知道的，他也向鸟人承认了自己很在意他这个朋友，不然怎么可能会来救他。鸟人却认为自己早就死在了和塔米的婚礼上，现在只是在潜意识中等待真正的死亡降临。鸟人说完，全场沉默。年轻的瑞克欲言又止，老爷干脆将之前看到的事情抖了出来：哥们儿，你要是死了，你和塔米的孩子咋整？我可不负责养的。这时塔米都愣住了，啥玩意儿？我咋不知道我有个孩子？老爷冷笑一声，哼，不知道很正常，毕竟这个塔米也是鸟人的记忆，因为鸟人的记忆被改造后阻断了一部分。于是鸟人问了塔米，如果咱俩真有了孩子，那孩子的身份大概会是什么？塔米犹豫了，毕竟孩子他爸是通缉犯，所以这孩子一出生，要么就是星际逃犯，要么就是监狱里的囚犯。用孩子作为诱饵，老爷成功说服了鸟人活下来。这时追杀的队伍赶到现场，老爷抢了一辆车就往外冲，但因为之前的自爆导致返回的道路不通，于是老爷赶紧换人开车，让鸟人自己回想起之前他用过的一个道具，然后借着这个机会回到了车库，顺利收取了自己提取记忆的道具。但这时追杀的联邦虫子越来越多，还出现了凤凰鸟人和特工塔米。年轻的瑞克在车上大杀特杀，而车上的老爷试图在他和鸟人的共通记忆中找到俩人初次见面的地方，然后返回现实世界。第一个前往的世界是俩人的战友齿轮人的葬礼上，顺路还撞死了之前卖过队友的齿轮人的弟弟。第二段
段记忆是俩人的好友史瓜奇的演讲会上，在那里他们还遇到了年轻的短发瑞克，对方一看见鸟人和老爷，立刻就知道自己只是一段记忆了。而第3段记忆终于找对了路，是老爷和鸟人还有史瓜奇第一次认识后的组合演唱会，那里正好有回家的道路。但是随着鸟人的潜意识崩坏，最后世界里剩下的只有一方小岛，敌人塔米也赶到现场，并且开始用子弹扫射。年轻的瑞克立刻抱着塔米冲下了悬崖，老爷这人情突然又欠下了。此时小岛下方淤泥涌动，眼看就要将3人吞没。鸟人吻别了塔米，终于带着老爷返回了现实世界。这下好友终于复活，老爷准备带着鸟人一同喝酒庆祝一番，但鸟人却要去见自己的孩子，于是拒绝了。老爷刚好也发现年轻时候的瑞克和敌人塔米还没死，并且混进了自己的潜意识中，如果不去处理会很危险。这时鸟人却问老爷，如果刚才老爷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回不去了，是不是就不会将他和塔米有孩子的事情说出来？不说的原因是不是担心这个孩子的存在会影响到鸟人和他的友情？老爷心虚的移开视线，这时候难道不是该感谢我告诉你孩子还活着的事情吗？鸟人表示咱这段时间还是别联系了吧，随后生气的飞走了。而另一边，路人也带上一大堆电池和太阳能板出现在车库面前，结果还没开口，立刻就被人工智障给轰走了。人工智障尴尬的笑了一下，好巧，怎么会有人突然带着一堆能让我搬家的东西出现呢？在老爷的注视下，人工智障这才坦白自己想跑路的真相，但老爷却表示自己能理解。另一边，老爷的潜意识中，幼年的自己离开了房间，青年瑞克从衣柜中出来，准备悄悄离开房间，没想到老爷早就等在门口了。年轻的瑞克以为老爷是来杀自己的，但老爷却只打算将瑞克变成人，而不是一段记忆。不过瑞克却觉得变成人之后就会走上老爷的人生，那还不如就作为一段记忆活下去呢。这集的彩蛋是鸟人和塔米的孩子，他果然成了监狱里的小囚犯，在吃饭的时候被恶霸找茬，但这位继承鸟人和塔米血统的孩子也不是个善茬，几拳就给恶霸干趴下了。这集的故事回收了前几季的一部分伏笔，如果鸟人的记忆没出错的话，这个老爷应该是妻子和女儿都去世了，于是在各个星球宇宙开始大冒险。以前的老爷还挺向往那种热血的冒险，但年龄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了老年的自己，就连鸟人潜意识中的瑞克都不愿意变成自己老年的模样。很显然，老年瑞克的生活肯定不是年轻时他向往的生活。这次故事的开端是因为莫蒂悄悄拿了老爷的传送枪，他似乎在替自家老爷悄悄善后。饼干总统被打穿的水坝，老爷拿走宝石后就擅自动起来的石头巨人。莫蒂删掉手机上的列表，回到车库，这时他才发现自己亲爱的老爷居然在传送枪上画了标记线，但莫蒂这都爽完了，只好从旁边摸出了一瓶汽水给他兑了进去。检测枪居然还真就通过检测了，难不成老爷平时也往传送液里兑酒？本以为这样就能瞒天过海的莫蒂，却忘了祸不单行这件事。兑传送液的量杯在他手里被打翻，莫蒂手掌接住后，就发现自己成了全新一，手里多了个会说话的洞。倒腾了一大堆垃圾出来后，对面显然很不满，还没等莫蒂弄明白发生啥事儿，老爷一把推开了车库的门，见一地的垃圾，他立刻叫出了爱吃垃圾的垃圾虫。老爷多大年纪啊，见过的事儿比莫蒂吃过的盐还多，他一眼就看出自家外孙在传送液里兑了饮料。莫蒂立刻狡辩，传送液没有了，我就帮你加满而已，我之所以会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不相信我，还在枪上做标记嘛。老爷一摊手，就你那个能把传送液撒得到处都是的操作，你让我怎么相信你？老爷再次警告莫蒂，你个小兔崽子最好老实点，不然我就把你这个搭档给炒鱿鱼了。莫蒂生气，每次都是这套话术，说的他好像十分在意这个冒险的位置似的。见外孙一脸不信邪，老爷决定要他认识自己的家庭地位，他当即摸出了一个轮盘，表示这上面任何一个摇出来的东西都比你这添乱的小兔崽子管用。莫蒂几乎被气疯了，老爷的轮盘转到了2只乌鸦身上，爷孙俩大吵一架。莫蒂离开了房间，他手掌上的传送门另一头的男人听到俩人吵架的全过程，立刻开始劝说莫蒂远离 PUA， 主动斩断这个关系。莫蒂那个委屈啊，偏偏这个时候老爷还真的抓了2只乌鸦来气他。传送男劝他不要再纠结你老爷了，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呀。莫蒂一想也是，于是决定下楼和老爷 say 拜拜，但没想到老爷竟然已经驯服了2只乌鸦，并且面对莫蒂断绝关系的发言毫不在意，甚至游刃有余的在外孙面前表演了什么叫乌鸦绞杀。莫蒂气得摔门离去。既然老爷不跟自己玩了，他决定去找这个传送男聊聊人生，毕竟他俩都是被抛弃的可怜人。但这个时候传送男却突然一改口风，谎称自己是外星人。莫蒂无所谓啊，反正他的自行车一早就被他姥爷改装成了小飞船，就为了让他
他帮忙去宇宙拿药。莫蒂越说越觉得自己就是老爷的工具人，他铁了心要去见好友，结果顺着定位一路找过去，这才发现传送男居然在精神病院。传送男见被揭穿了，这才老老实实的说自己其实不算是瑞克的好友，他只是不小心打翻了传送液在大腿上，然后他就被老爷给整了。不过莫蒂并未在意那些，甚至还主动去精神病院探望他。莫蒂拿了钥匙替传送男解开手铐，并且劝说他和自己一样面对解放的自由。于是俩人开始了飞越精神病院之旅。在他们俩积极的配合下，莫蒂体验了一把乘楼历险记的快乐。俩人棍打护工，电击保安，呕吐物糊脸，一路逃出了精神病院。传送男蛊惑莫蒂组成了冒险男孩小队，而另一边，老爷带着新上任的乌鸦队友开始冒险，却发现没了外孙的圣母心和捣乱情节后，他的冒险在乌鸦的配合下变得异常顺利，这让老爷很没有挑战感。思来想去，他还是觉得两只乌鸦不合适自己，于是他在一个被鸟类统治的星球上放生了两只乌鸦。就在老爷准备转身离去之时，却突然感觉飞船被鸟心上的牵引光束捕获了，老爷被光线一路拽到了下方，推开飞船，他就亮出武器准备大杀四方，却没想到将他捕获过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鸟心上的乌鸦人。乌鸦人问老爷，你为啥要遗弃你的两只乌鸦？老爷表示，我驯服不了这俩崽子，不如让他们安度晚生。乌鸦人一脸高深道，你以为你驯服了乌鸦，其实乌鸦根本不需要被驯服。随后老爷似乎悟了什么，果然两只乌鸦瞬间像是打开了基因锁，变得聪明绝顶，还能替老爷换衣服点烟。老爷感慨，世间竟有如此聪明的乌鸦，我一定要让自己那个弱智的外孙看看。而与此同时，传送男带着莫蒂进入了车库，他拿走了老爷的武器，并且来时大肆在车库内搞起破坏。莫蒂本来想阻止，但是破坏欲是会上瘾的，莫蒂很快就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这时杰瑞打开车库门，发现自己儿子领着个陌生人在破坏瑞克的秘密基地。这位二五仔稍作思考，直接加入了战局，结果直接把自己变成了一滩水。车库也就在这个时候提醒莫蒂，你姥爷要回家了。传送男找到了初始的传送枪，但是并没有传送液，于是俩人踏上了寻找传送液的道路。俩人绑架了替瑞克挖矿石的矿工，打算用他和矿石星球交换传送液，却没想到对方枪毙了矿工之后才坦白，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吃老子的传送液。但传送男并不相信，他坚信这些人就是不想将宝贝交出来，于是决定要大开杀戒。但莫蒂秉持着冒险要做好人的想法，自然不愿意对陌生人出手，但是传送男当然不乐意，揣着瑞克老爷的武器让他飘了。不过莫蒂的劝阻，他掏出枪击杀了两个保镖，随后连没有武器的路人都被他击杀了。莫蒂见状只好往手里丢了烟头，这才让传送男停止了攻击。莫蒂见队友走上歧途，自己赶忙开溜。而与此同时，老爷正带着乌鸦人回到车库找外孙，结果打开门一看，车库被莫蒂还有传送男拆得七零八落，正好老爷用来奚落莫蒂的转盘暴露在乌鸦人面前。高贵的乌鸦人一看转盘上写的那些东西，顿时就明白了，老爷不是真的将乌鸦当作偷摸大吉，而是想要利用乌鸦刺激自己外孙。好家伙，这不是在打高贵乌鸦的脸吗？果不其然，他这番操作激怒了乌鸦人，他们按下手中的声波，让方圆300公尺的乌鸦们开始袭击人类，并且指责老爷不配拥有乌鸦伙伴。老爷哪里受过这个气，当即带着自己的伸缩手冲上了乌鸦人的飞船，上去就击毙了一只乌鸦，但却在潜入时不小心踩到了陷阱。听着耳边响起的乌鸦警报声，老爷又解决了2-3个乌鸦人。然而就在他掀开荆棘林，发现乌鸦人正打算让2只乌鸦触摸圣诞成为乌鸦战士时，老爷站了出来，他告诉乌鸦，就算你们成为了乌鸦战士，也是被乌鸦人操控罢了。乌鸦人立刻用荆棘捆住了老爷。就在2只乌鸦犹豫不决之时，一通电话打了进来，老爷伸手接了起来，发现居然是自己的不孝孙莫蒂的来电。显然在经历了传送男屠杀事件后，莫蒂深刻的意识到，不是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像他姥爷那样是个高智商天才，所以莫蒂老老实实的向他姥爷道歉。好巧不巧，瑞克这边也正好因为乌鸦焦头烂额，爷孙俩双双翻车。面对外孙真挚的感情剖析，老爷也坦白了自己不该为了刺激他弄出一个2只乌鸦计划。然而这话一出口，乌鸦就知道自己是被利用了，于是立刻走向了圣诞。老爷大呼不妙，只好先挂了莫蒂的电话，却没想到电话刚挂断，莫蒂就被传送男用2人链接的传送口找到了。对方通过莫蒂的手掌
控制了那辆小轿车，一头撞在了路边的防护栏上。莫蒂被甩出车辆，掉在地面之上。传送男穿着老爷的喷射背包落在莫蒂身边。面对莫蒂的背叛，他非常的愤怒。他最开始就是想利用瑞克老爷成为有名人，没想到在莫蒂这里获得了成功。而俩人都拥有传送口，所以谁都躲不开谁。莫蒂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传送男走上轨道，但就在被火车撞到的前一秒，他又走了下来，一把掐住了莫蒂的脖子，逼迫他成为自己的队友，不然他就杀了莫蒂。然而这时的莫蒂早就不需要别人来凑合了，他下定决心让火车碾断了自己的手掌，将断掉的手掌丢进了传送男大腿上的传送阵内。在2个传送阵的吞噬下，传送男直接和这个世界说拜拜。而莫蒂也打起精神，用喷射背包的火焰止血，随后回到了家中。而瑞克老爷那边被变成乌鸦战士的队友卖掉后，老爷直接打开武器，将攻击自己的乌鸦人全部杀了个干净。但就在他被2只乌鸦战士扑倒后，选择了放弃挣扎。但没想到，他以为背叛了自己的乌鸦战士，下一秒就牵起地上的绳索，将乌鸦人和圣诞缠绕住。瑞克老爷一动手，就将乌鸦人首领和蛋直接毁掉，2只乌鸦战士也恢复了原样，这让老爷倍感兴奋。他认为自己应该是找到了真正的队友了。在回家路上，他看见了断了手、浑身是伤的莫蒂，于是赶紧下飞船替自家外孙恢复了手掌。正当莫蒂认为他俩和好，瑞克和莫蒂组合继续时，老爷却突然开口道他要离开这里了，因为现在的老爷感觉乌鸦才是自己的真队友，并且他觉得乌鸦教会自己很多事情，所以他决定跟着乌鸦多学点东西。莫蒂泪目了，我呢？我为你断了手呢。老爷摇了摇头，认为自己和莫蒂的组合不对劲儿。这时候他搬出了莫蒂的身心考虑的借口了。无奈之下，莫蒂只能含泪看着老爷带着乌鸦搬家离开。而离开了车库的老爷开心的表示可以拍一个新系列的动漫，叫瑞克和乌鸦，先拍他娘个1000季再说。这次的彩蛋故事是垃圾城的，他原本是虫族的医生，在瑞克老爷的调教下变得已经离不开垃圾了。他的妻子非常不满丈夫沉溺于这段混乱关系之中，要求他立刻斩断吃垃圾这个念头，否则就会骂他是软蛋。垃圾虫前脚刚发誓绝对不会再吃垃圾了，但贝斯一开口说有垃圾后，垃圾虫顿时美滋滋的冲了出去。自从上集瑞克老爷搬走后，他就和乌鸦开始了冒险。老爷骑着乌鸦马来到了村子里，猫头鹰人正在放火抢劫，老爷上去就是一个劈刀，将其中一只猫头鹰打进了地里，另一只猫头鹰傻眼了。他们虽然和乌鸦是世仇，但老爷一个外人管那么多干啥？随后老爷抽刀将另外2只猫头鹰也给秒了，人群发出了欢呼声。莫蒂混在人群中尴尬一笑，老爷头都没回就听出莫蒂的声音了，但他此时仍然痴迷于和乌鸦组队。面对莫蒂支支吾吾的挽留，老爷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瑞克这个道中不日的乌鸦冒险故事进行得非常顺利，颇有一股子日漫风格。老爷找到了竹林中的酒馆，询问邪恶稻草人的下落。这时稻草人的手下喵西斯试图杀死老爷，莫蒂喊了一声，喵西斯一走神，老爷立刻反杀。但比起这个，让老爷吃惊的是莫蒂的情况。莫蒂现在看着已经30-40岁，他告诉瑞克他已经走了很久了，但瑞克仍然冷酷无情的离开了。直到入夜后，2只乌鸦以为他睡着了，悄悄飞出窗外，老爷一路追了出去，这才发现被他当做伙伴的2只乌鸦居然和大反派稻草人搞到了一起。瑞克想斥责2只出轨鸭，没想到稻草人反过来指责他才是第三者。老爷这才发现稻草人房间内放着3只牙刷，显然稻草人的话没有错，乌鸦真的把他当替身了，并且他们也以为老爷是将他们当做莫蒂的冒险替身。好在老爷早已习惯背叛，幸亏这只是冒险队友被撬，不是对象被撬。但稻草人却表示他和乌鸦确实就是那种关系。老爷捂着被辣痛的眼睛，连夜逃回家中，将乌鸦瑞克的衣物一把火烧掉。乌鸦马被他始乱终弃的赶走。老爷敲开门，中年版的莫蒂热泪盈眶。没等爷孙俩上演久别重逢，杰瑞先出来了。瑞克震惊，你这渣子不是绝症了吗？是什么医学奇迹让你儿子这么大了，你还一如既往的小废物相？随后贝斯和夏沫也纷纷出现。莫蒂见势不妙，这才解释他是自己吃的老化药，试图用道德绑架瑞克老爷。不过老爷也不生气，正准备将莫蒂重置一下，贝斯却不同意了。这爷孙俩关系太离谱了，搁这搞什么 PUA 呢？但莫蒂显然是深陷其中，他现在只想和老爷和好，别的管他是不是 PUA。杰瑞感慨，不愧是我儿子。莫蒂闻言赶紧问老爷能不能先把他变回去。老爷问他在
哪儿搞的老花药？莫蒂犹豫了一会儿，才说是在大本营。瑞克老爷摸出传送枪，决定带着莫蒂来一场久违的瑞城大冒险。结果一进去，老爷就被里面其乐融融的气氛给震惊了。莫蒂告诉瑞克，这里新当选的总统是个莫蒂，在这位总统的统治下，这地方变得欣欣向荣。老爷将莫蒂带到了修复院，医生莫蒂将他直接一分为二，抽取了老年化的部分。随后，一只粉粉嫩嫩的莫蒂出现了。医生莫蒂很冷漠，拿着医疗报告告诉老爷，来吧，商量一下这多余的26年存放的费用。老爷不乐意了。莫蒂医生放出了颓废青年版本的莫蒂，老爷立刻改口问他销毁费多少。俩人都没料到颓废莫蒂的正义感十足，看见门外有畸形莫蒂被警察控制，他充满责任感的向外冲了出去，却被警方开枪击毙。畸形莫蒂正嚷嚷着瑞城就是个屠宰场之时，警察也开枪将畸形莫蒂击毙了。瑞克大呼不妙，这事儿得成种族纠纷了，快逃！但就在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瑞克面前，总统瑞克派来的人邀请他去吃饭。莫蒂对能当上总统的自己十分好奇，便嚷嚷着要去看看。总统莫蒂点名要见 C137的瑞克，瑞克觉得玩政治的心都脏，眼看莫蒂要发火了，老爷只好答应了下来，但是规定如果总统莫蒂不怀好意的话，他们就立刻离开那里。莫蒂点头，心说吃个饭还能怎么样，总不能吃出团建爆家庭故事的剧情吧。莫蒂这一顿吃得挺开心，而总统莫蒂一出现就将矛头直指瑞克，他说自己一直在找 C137的瑞克，没想到瑞克真的会来见他，这让他倍感荣幸。瑞克立即举枪说这总统莫蒂要搞事了。外孙一脸不信邪，瑞克老爷被外孙怼了一顿，这才收手。但是他一向看政治家不太顺眼，总统摊手表示瑞城最开始都是你自己制造的，怎么还敢说自己不喜欢政治家？莫蒂震惊，瑞克老爷赶紧岔开话题，问他刚才被击毙的畸形莫蒂，要是总统莫蒂真的是个好总统，统治范围里又怎么会有畸形莫蒂被奴役的事情发生呢？莫蒂觉得确实，于是反问总统。总统一脸遗憾地说他也不想的啊，但他现在在忙一件事情，需要庞大的人力支持。如果瑞克你要是愿意将降低中心有限曲线的办法告诉我，那么这些人就不需要当苦力了。老爷原本打算离开，但是莫蒂却有些好奇总统说的意思，于是总统让他们多等他几秒。这时桌下弹出了一个投影仪，仪器打开之后，上面记载的全是老爷的记忆。老爷傻眼了，吃个前菜的时间你还能扫描我大脑？当然这份记忆备份在老爷第1集的时候就被总统给扫描了。爷孙俩终于想起来了，异口同声的惊呼邪恶莫蒂，但为时已晚，他们俩都被捆在了凳子上。总统果真耍了鬼主意，莫蒂后悔不已，连忙向老爷道歉。老爷说他有空道歉，倒不如帮找找螺丝刀。邪恶莫蒂摇了摇头，决定给莫蒂看点真相。他将老爷的记忆器扎在了莫蒂的脖子上。原来之前莫蒂看到的莫蒂人墙是因为那些不想加入瑞城的瑞克们搭建的，他们需要大量的莫蒂作为外墙，防止被检测观察，而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有市场作为资源的莫蒂就成了抢手的东西。这些瑞克想尽办法让贝斯和杰瑞在一起，或者抽取莫蒂的基因作为克隆，最终衍生出了很多个瑞克和莫蒂的组合。莫蒂从昏迷中醒来，立刻问老爷这是真的吗？老爷回答他真的，但不完全真。两个莫蒂异口同声的骂了一句。这时老爷解开了机械锁，将莫蒂解救出来的同时，也给了邪恶莫蒂一枪，换来的只是邪恶莫蒂轻描淡写的嘲笑。老爷掉头就打算离开，邪恶莫蒂压根儿没拦他。这时老爷感觉到不对劲儿，问莫蒂是不是在这边补充了传送液。莫蒂点点头。老爷抓起一旁的瑞克塞进了传送门，果然对方被传送门搅了个稀巴烂。房间内涌进好多瑞克，将老爷团团包住。他立刻用自己的血液造出了一个工具人瑞克，老爷就像资本家一样站在人群中间，瑞克们疯狂殴打他，痛苦的只有一旁的畸形打工瑞克，并且在挨打完之后，工具瑞克身上的能量又回馈给了老爷。靠着这些力量，老爷2拳干碎了其他的瑞克，好一个资本主义的空手套能量。解决完拦路的瑞克，老爷给了邪恶莫蒂一枪，并且拿走了自己的记忆。当然这一枪没什么效果，纯粹为了泄愤。邪恶莫蒂冷笑一声，看着窗外一片乱象。今天结束之后，他的计划就达成了。瑞城内的广播突然响起了请不要离开。然而这些瑞克们在听见广播后，纷纷不信邪的掏出传送枪，最后全都成了传送门另一边怪物的养料。老爷带着莫蒂划开地面，准备去地底下找一个没被污染的传送液，结果爷孙俩竹篮打水一场空，下方的传送液早在邪恶莫蒂的控制下汇聚在一起，他们是找不到出去的机会了。而且瑞克始终不愿意说出真相，莫蒂和他争论了半天，最后一把抢过了老爷的记忆，扎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莫蒂两眼一翻，他看见了年轻时候的老爷和另一个瑞克起了争执，
老爷拒绝了带着传送枪的瑞克，对方在离开后通过传送枪扔下了炸弹，当着老爷的面将他的妻女全部炸死，老爷却幸免于难。但很快失去家人的老爷也疯了，他研究出了传送枪，开始在各个世界找材料，了解新的世界，只为了将记忆中另一个瑞克找到，然后复仇。可这段时间持续了很久，后来他认识了鸟人，两人志同道合，成为了朋友。但在战争结束后又分道扬镳，于是老爷又踏上了复仇的道路。他将所有能找到的瑞克全部屠杀，并且通过这些人找到了一个3星联盟，一路杀进了联盟中，将所有和那个联盟有关系的瑞克全部解决。就在他以为自己即将成功之时，那个联盟的 BOSS 瑞克砸毁了魔方，老爷将他击毙，但这家伙也不是他要找的仇人，线索在这里断开了，老爷自闭了，他不再冒险。可无数个世界结下的仇恨让那些瑞克纷纷来追杀自己，老爷就坐在被炸毁的车库中，等着这些人送上门来，来一个他杀一个。很快 C137 的名声传了出去，瑞克们纷纷谴责老爷，老爷干脆打开传送门，开始大肆屠杀剩下的瑞克，始终找不到要报复的人，老爷对屠杀自己也失去了兴致。另一群瑞克对他十分崇拜，于是老爷又将毁掉的3星联盟重组成了之后的瑞城。但瑞城建好后，老爷再次失去了兴趣，所以他开着飞船一头砸进了贝斯的家中，就有了之后爷孙俩所有的冒险故事。莫蒂从昏迷中醒来，老爷正扛着他往前走，得知了瑞克曾经经历过的这些事情之后，他觉得老爷有些可怜。房间的灯亮起，邪恶莫蒂嘲笑着自己，又打开了另一个记忆。他告诉莫蒂，你觉得瑞克可怜，是因为你透过瑞克的记忆看到他自己觉得自己可怜，所以你也觉得他可怜。但是你看看这些黄色的记忆，那都是瑞克伤害莫蒂的记忆。邪恶莫蒂冷漠地看向瑞克，既然你这个天才认为活着可怜又痛苦，那你为什么不去死呢？老爷没说话，邪恶莫蒂继续告诉莫蒂，你以为我是真的邪恶吗？不，其实我只是受够了这家伙的折磨，想离开这个由瑞克为中心构建出来的宇宙，仅仅因为想离开，所以就被冠上了邪恶莫蒂的头衔。这时莫蒂意识到了什么，他问老爷，你真的是因为我才离开乌鸦，还是因为你被他们甩了？老爷的沉默让莫蒂十分失望。邪恶莫蒂恭喜他终于想通了，现在的莫蒂也是邪恶莫蒂了。黑莫蒂启动了机器，那些没能逃走的莫蒂瑞克本来打算使用凤凰计划复活离开，但这些早就被邪恶莫蒂预料到了。传送液打开了空间的大门，而那些凤凰计划的瑞克和莫蒂被搅碎，血肉成为了邪恶莫蒂的飞船的输送液。莫蒂看得满身冷汗，老爷拽了他一把，赶紧跑路。但此时掉落的木板压住了老爷，而邪恶莫蒂给了莫蒂一个机会，问他要不要一起离开。不过这一次莫蒂选择了老爷，邪恶莫蒂摊手表示逗你玩，其实另一个座位只是个马桶罢了。爷孙俩顾不得那么多，一路冲出了秘密通道，靠着那辆火车他们冲进了莫蒂堡。老爷刚刚推动引擎，就发现整个瑞城开始集中吸力给邪恶莫蒂做推引了。老爷观察到推动器下方写着和伙伴一起，于是伸手拉住了莫蒂，俩人一同推动之下，飞船才终于逃脱了牵引光束。但此时他们手中的传送液已经全部消耗完了。另一边，邪恶莫蒂的飞船被能量包裹着冲进了缝隙之中，飞船穿透无数层障壁后，邪恶莫蒂眼前看见的是一颗崭新的星球。他打开关于瑞克的黄色记忆，发现这些记忆在这个宇宙分崩离析。邪恶莫蒂欣慰地笑了，他拿起传送枪，金黄色的传送通道出现在他面前，邪恶莫蒂走了进去。老爷带着一堆莫蒂失去了传送枪，被困在了宇宙中，而邪恶莫蒂抵达的新宇宙连传送枪都变成了金色。那下一季的故事会是从哪边开始讲呢？好期待呀！这集故事下来，一边被邪恶莫蒂那个行动力给帅傻眼了，一边又因为老爷的故事嗷嗷难过。希望下一季的故事能够更加精彩吧。悄悄说一声，我有点想看邪恶莫蒂在另一个宇宙的故事。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妮家的汉堡，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